重生80年代，我利用现代医学知识救了落水的陆瑶，却被陆家人上门逼婚。宋清风，你躲在里面算什么本事？你就是个没担当的懦夫。二哥，算了，我们走吧。姐，你别管他，就让二哥狠狠揍他一顿，这是他应得的。宋清风的目光从陆瑶、陆武、陆斌以及围观的人脸上划过，那些熟悉又陌生的人在眼前晃动，以及身上传来的不可忽视的疼痛，都在提醒着他这是重生了，重生在一切悲剧发生的伊始。1个星期前，他救了落水的陆瑶，当时陆瑶溺水太久，几乎濒死。他用从小姨那儿学来的急救知识，对他进行心脏复苏和人工呼吸，好不容易才将人从鬼门关拉回来。只是这时候的人们对心脏复苏和人工呼吸知之甚少，在他人看来，他是救了陆瑶，可也占了陆瑶的便宜，是应该对陆瑶的清白负责的。可他迟迟没有表态，村里就有了风言风语。3天前，陆家熬不住，私下找到他，问他是否愿意和陆瑶结婚。他以为陆家和其他人一样，想利用这件事逼他娶当地的姑娘，断了他回城的希望，所以借口自己并不喜欢陆瑶，不想勉强陆瑶和一个不爱他的人在一起生活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上辈子他拒绝了和陆瑶结婚，最终导致陆瑶惨死。重活一世，他绝不允许悲剧再次发生。谁说我不愿意和陆瑶结婚？我愿意。你又想搞什么鬼？真以为我们家瑶瑶嫁不出去了是吧？没有你，我们家瑶瑶可以嫁一个更好的人。陆瑶同志是个非常优秀的同志，自然配得上任何人。那你之前咋不愿意娶人家嘞？自然是因为陆瑶同志太好了，我觉得自己不够好，配不上人家，这才拒绝了。但是现在我想通了，我不应该因为自卑就选择逃避，错过陆瑶同志这么好的一个姑娘，所以我愿意跟陆瑶同志结婚。我因为可以跟他结婚而感到欢喜。不用了，谢谢你之前救了我。说完，陆瑶便拉着陆武离开了，丝毫没有给宋清风再开口的机会。显然他并不相信宋清风说的话，毕竟这人前几天才刚拒绝了他们家的提议。宋知青，你真的要娶陆家的女儿啊？是啊，宋知青，你之前不是说打死都不会娶吗？宋知青，陆瑶是破鞋的事情是不是真的？这样败坏一个女孩子的名声，你也算是人。上辈子陆瑶之所以会走到绝路，他是罪魁祸首。但是这些传谣言的人也不无辜，是他们一起把陆瑶逼上了绝路，年纪轻轻就没了命。哪里是我败坏他的名声？这事大家都知道，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。他要是清白的，你干嘛不娶人家？我刚才的话你是当没听见是吧？陆瑶好得很，你在胡说，信不信我打死你？我就是随口一说。你的随口一说，却是在败坏人家姑娘的好名声。滚！以后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，见一次打一次。在看热闹的村民离开后，宋清风便直奔陆家。由于陆家在村头，而知青点在村尾，他需要穿过整个村子。幸好此时是上工时间，大家都在地里，村子里静悄悄的。此时的陆家估计也只有因为谣言而在家休息的陆瑶在家。陆瑶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，我知道你不想跟我结婚，放心，我不会赖上你。不是，我跟你哥说的话是认真的，我愿意和你结婚。宋知青，你不用这样，我知道那天你是为了救我，而不是占我便宜，是那些人不懂误会了你。我家里人我会解释清楚，至于村里的谣言，你也不用管，他们说够了就会停了。陆瑶，我和你结婚不是因为村里的谣言，也不是因为你家里人，是因为我喜欢你。你说你喜欢我，那你为什么拒绝？因为自卑，因为蠢。我觉得你们跟其他人一样，是因为想要让我留在这里，再也无法回城，所以才利用这件事逼婚。说着，宋清风一把握住了陆瑶的手。陆瑶，你不知道，其实我早就喜欢你了。从去年在山上第2次遇到你，我就喜欢上了你。只是我这人自卑又愚蠢，还自以为是，你又那么好，我根本不敢对你说出我的感情。这次也是我钻了牛角尖，一时想差了，才做了错误的决定。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，我不想错过你，所以陆瑶，我想跟你结婚，组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家庭，你还愿意嫁给我吗？这件事我做不了主，要我爹同意才行。听到这话，宋清风内心狂喜，一把抱住了陆瑶。我明天不，今天晚上就上门提亲。陆叔要是不愿意，我就求到他愿意为止。从陆瑶家回来后，宋清风找出自己藏的钱和各种票据，然后直奔镇上的供销社。陆叔，我今天是来提亲的，我喜欢陆瑶，想跟陆瑶结婚，希望陆叔同意把陆瑶嫁给我。陆大力沉着脸盯着宋清风不说话。倒是陆武听到这话讥讽地说道：你不是说宁愿死都不愿意跟我家瑶瑶结婚吗？现在你这是在干什么？自打嘴巴。那是我不懂事，口不择言。陆二哥，我早就知道错了。不瞒你们说，我其实早就喜欢陆瑶了，只是我什么都没有，给不了陆瑶好的生活，所以根本不敢把自己的心思说出口。之前拒绝也是我一时想差了，我本意是不想耽误了陆瑶，却没想到这件事会给陆瑶造成那么大的伤害。宋知青，我们家陆瑶的事情我们会自己解决，你就不要操心了。叔，现在陆瑶跟我结婚才是最好的办法，毕竟大队里那些长舌妇的嘴有多毒，你也知道。我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但我会努力干活，尽我最大的努力给陆瑶好的生活，不让她以后后悔嫁给我。你们要是不放心，我可以把房子盖在你们附近，你们抬眼就能看到我们。你要在这里盖房子？对，既然我想要跟陆瑶结婚，那总不能带着她住知青点吧。这几年我也攒了一点钱，大房子盖不起，盖个小房子还是可以的。
那你不回城了吗？回，不过不是现在，而且即便以后我回城，也是带着路遥一起。要是路遥不愿意，那我就留在这里陪他。你当真愿意留在这里陪他？不后悔？不后悔，能和路遥结婚是我最开心的事情。以后他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，永远不后悔。好，既然你不后悔，这桩婚事我答应了。村里的王寡妇怀了宋文辉的孩子，宋文辉向我借钱打胎。清风，你有钱吗？我妈病了，家里没钱，我妹哭着给我发电报，可是我手上也没钱，又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妈生病不管，你能不能先借我一点，回头我想办法还你。宋清风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他想起来了，上辈子也有这么一出，他没怀疑宋文辉骗他，借了他100，一直到多年后，他才得知当年借给宋文辉的钱根本不是给了他妈治病，而是为了给王寡妇打胎用的。没钱借不了。清风，我是真的着急，没办法才跟你开口的。我知道你攒点钱也不容易，但是我妈病得真的很严重，你就借我100，不50就行，行吗？你也知道我攒钱不容易，你妈病了是我的错吗？我为什么要把我辛辛苦苦存的钱借给你？之前大队里的人说我是流氓，占了人家姑娘便宜却不负责的时候，你怎么不站出来帮我说话呢？宋清风，你不要太过分，这样就过分了。宋文辉，我也实话告诉你，别说我没钱，就是有钱我也不可能借给你。说完，宋清风不再给宋文辉开口的机会，转身就走。被宋文辉这么一耽误，赶到陆家时，陆大力已经在等着他了。陆大力的手上还提着1斤猪肉。有2个位置，一个在村尾，距离知青点近一些；一个在村头，不过靠近山脚了。你选哪一处？说话的是大队长林家栋，家里排行第3，人称林老三。大队长得知宋清风要跟陆遥结婚了，便很痛快的将宅地基批了下来。老三，没其他的了吗？其他的大小不合适，要么太大，要么太小。大队长就选这一处吧，离娘家近一点，方便瑶瑶回娘家。宋清风要和陆遥结婚的消息，当天上午就传遍了整个狼山大队，换来众人阵阵震惊的吸气声。其他人听到这个消息，顶多就是看个热闹，说2句闲话，满足一下自己的八卦之心。可宋文辉听到这事儿，牙都快咬碎了。早上自己问宋清风借钱，被人阴阳怪气的对了一顿，宋清风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没钱，现在可好，都去找大队长替地盖房子了，就算是3间茅草屋，没个100-200也盖不起来。自己问他借50给母亲看病，却死活不愿借。文辉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日头太晒了，身体不太舒服。是不是中暑了？要不你去请个假吧，中暑可不是小事。宋文辉正好不想干活，从善如流的去请了假。宋文辉回到屋里，整张脸彻底阴沉了下来。他定定地看着宋清风的床位底下那个箱子，眼神闪烁不定。这个箱子据说是宋清风的外婆给他的。宋清风的东西除了放在床尾的包裹，其他的东西基本都在箱子里。当年那3条小黄鱼就是他从这个箱子的底部找出来的。宋文辉蹲下身，手刚碰到箱子把手上，身后就响起了一道熟悉的声音：你在做什么？宋清风，人吓人会吓死人的，你进屋都不知道敲门的吗？你若不心虚会被吓到。我心虚什么？我有什么好心虚的？宋清风，你今天是不是有病？老是针对我干嘛？不就是问你借钱吗？不借就不借。既然不心虚，那你动我箱子做什么？谁动你箱子了？我刚才是要捡东西，我东西掉地上了。宋清风，你有病就去看病，不要整天疑神疑鬼的。人在做天在看，宋文辉，你要小心啊。宋清风是回来拿东西的，马上要结婚了，可他手上的钱不够，所以他要尽快把小黄鱼换成钱。宋清风拿了东西就骑上自行车去了镇上。虎哥，帮个忙。哪儿来的？家里人给的救济钱，你也知道，这些年我攒的钱不够，想把这个换成钱。你倒是舍得，总不能让人家姑娘嫁给我吃苦，钱没了可以再赚。好小子，没看出来呀，还是个情种。行，直接换给我吧，也不占你便宜，420元多的算是我给你的份子钱。宋清风一听这个价钱就知道，陈虎何止是没占他的便宜，反而是让他占了一个大便宜。毕竟按照现在的金价来说，3条小黄鱼可不值420元。虎哥，我也不跟你客气，这个便宜我就占了。我这里还需要一些东西，供销社不好买，你能帮我搞到吗？随后他便报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能是能，不过需要一点时间，尤其是你要的红裙子，这可不好搞，就是在大城市也是紧俏货。这个我明白，就是因为虎哥你是个能耐人，这才拜托你。兄弟我这辈子就娶这一回媳妇儿。行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，谁让你是我兄弟呢？3天后你再来，你要的东西保准到位。虎哥，你近期准备出门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怎么你要跟我一起去？宋清风摇了摇头，不是，我是想建议你，近期如果要出门，最好取消。我意外得到消息，最近要开始严查了。上辈子的陈虎是在半个月后出事的。当宋清风得到消息时，陈虎已经被抓了。宋清风打听过，据说是临市的公安缴获了一大批走私来的国外进口的收音机，联络人就是陈虎，当场人赃俱获。因为数额巨大，陈虎直接被判了吃花生米。消息准确吗？宋清风点点头，然后就离开了，留下陈虎一脸凝重地坐在原地。王寡妇与宋文辉偷情被我撞见，我和陈虎上山打猎，发现黑老大正石头，并将其给举报了。阿芳，我们去把孩子给打了吧。你不想要这个孩子了，还是说你根本没打算对我负责？宋文辉，你说过要娶我的。
轻点轻点，小心被人听到。我当然是想要娶你的，但是你婆婆能同意吗？那你是准备把孩子打了之后就跟我断了吗？胡说什么呢？我怎么舍得跟你断了？我恨不得日日夜夜都跟你在一起，我的小心肝。这话一出，听得外面的宋清风脸色发青。恶心，实在是太恶心了。你也知道，你婆婆不可能同意你嫁人的，所以这个孩子咱们不能留。反正那老婆子身体不好，也活不了几年了。等她走了，我们就结婚。阿芳，为了我们的未来，再忍忍。王寡妇是真的挺喜欢宋文辉的，她不但会吹口琴，还会念诗说情话，这是她以前从未体验过的。所以哪怕从宋文辉身上得不到什么钱财上的帮助，她也愿意跟宋文辉在一起。没多会儿，里面就响起了动静，这两人竟然在里面搞上了。看到这一幕，宋清风便黑着个脸。不过今天晚上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，起码他就知道了这两人准备1周后去县城的医院打胎。想到宋文辉对他做的那些事情，宋清风嘴角微勾，这下该轮到他给宋文辉送礼了。3天后就要办婚宴了，宋清风准备给婚宴加点大菜，所以第2天一早便跟陈虎一起进了山。结婚的东西都置办好了吗？缺什么就跟哥说，哥帮你想办法。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就希望这次进山能有些收获，让席面可以好看点。这个就难说了，不过真猎不到也没什么，回头我想办法给你弄点猪肉，保证让你的婚宴风风光光的。行，那谢谢虎哥了。随后两人翻过狼山，直奔宋清风做陷阱的地方。可是，一连看了3个陷阱，都一无所获。兄弟，有些不对劲儿啊！这陷阱里有血，猎物却不见了，是不是被其他野兽叼走了？宋清风拧着眉看了看四周，脸色沉沉地说道：“不是野兽，是人。”随后他指了指不远处草丛里一处不算明显的脚印，有人来过这里，拿走了陷阱里的猎物。会不会是附近的村民呢？宋清风也不敢肯定，虽然大部分的村民并不会来这里，但万一呢？算了，去别处看看吧。两人说话间，再次来到了一处陷阱附近，遮盖物已经不见了，想来是有猎物上钩了。可是陷阱里除了一滩血迹，什么都没有。看来来了一群有本事的人，或许他们还没走远。清风，追吗？走，追上去看看。随后两人顺着那些人留下的痕迹摸了过去，也是他们运气好，这些人确实刚走不久，因为带着一头大野猪，脚程不快。宋清风和陈虎追了大半个小时就追上了，不过他们没有贸然上前，而是借着植被的掩护，悄悄跟在了他们的后面。大哥，咱们这运气也特好了，竟然捡到了一头这么大的野猪，这野猪怕是有300多斤吧？确实，那陷阱估计哪个大队的猎户挖的，便宜我们了。回去了，咱们就杀猪吃肉，想吃多少吃多少。听到这个声音，躲在草丛里的陈虎脸色顿时一变，原来是这个王八羔子，这人你认识？他就是郑石头。宋清风先是微微一怔，然后才从记忆深处扒出了这个人。郑石头是开地下赌场的，据说还做点见不得人的脏生意。总之，手脚非常不干净，做人也没底线，不少人被他害得家破人亡。这样的人原本早该被抓了，但是人家本事大，攀上了市里革委会的一个副主任，至今生龙活虎的活跃在安康镇。不是说这人死了吗？为什么人还在这里？自然是有人保住了他呗。不过想必用的不是什么正当手段，不然郑石头也不至于躲到深山老林里来。王八羔子既然已经死了，那就死得彻底一点，不用回去了。虎哥，不要冲动，为这种人搭上自己不值得。这里是深山老林，老子一枪结果了他，谁知道？也不怪陈虎恨郑石头，恨得咬牙切齿。郑石头之前欺负了一个姑娘，姑娘受不了这个侮辱，投河了。后来才知道这个姑娘竟然是陈虎的远房亲戚。他们有5个人，咱们可只有2个人，但凡跑了一个，你我都要完蛋。我重生回来是为了跟路遥过好日子的，可不能因为陈虎搭上后半辈子。老子出去就举报他。老大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？这破地方蚊虫特多，我都快被咬死了。是啊，老大，咱们可以回去了吧？再待下去，我都快成野人了。快了，等风声过去，咱们就回去。这破地方，老子也待够了。等回去之后，咱们就换个身份，照样吃香的喝辣的。我和陈虎上山打猎，发现黑老大郑石头，并将其给举报了。在公安部门全力搜捕下，将其抓捕归案。在郑石头藏匿处，我意外发现了被藏的宝物。这王八羔子好东西不少啊！或许这并不只是他自己的东西，他跟市里革委会副主任交好，没准这些都是那人的东西。没想到这人还挺信任那王八羔子的，竟然连这么重要的东西都交给了他。谁知道是信任还是迫不得已呢？运动已经结束了，不少地方开始清算那些举着运动的大旗干着强盗勾当的人。这位副主任看样子也没少干这些勾当。你说的没错，难怪郑石头被保下来了，这样也好，便宜我们了。东西是他们发现的，还被他们拿到手了，没道理再交上去。再说了，即便是交上去了，也很难再找到东西的原主人了，说不定便宜了谁呢？来，见者有份，一人一半，你先选。宋清风也不客气，选了2条大黄鱼、1只老参、1块翡翠坠子以及1只白玉镯。对了，虎哥，肉的事还没解决呢，得麻烦你了。你不用操心肉的事情，我都给你打好招呼了。明天一早有人给你送到村口，你接收一下就行。那虎哥，别的不多说，谢了。很快便到了宋清风结婚的日子。今天的路遥穿着的是深红色连衣裙，头发盘了起来，脸上脂粉未施，却美得让宋清风看直了眼。新郎官
新娘子漂不漂亮？很漂亮，在我心里，这是我见过最好看的新娘子。听到这话，路遥更是被宋清风直白的话羞得满面通红。随后，在众人的起哄声中，婚礼便开始了。婚后第二天，宋清风便一大早前往去了安康镇。兄弟，这次多亏你了，不然老哥我这次就栽了。虎哥这话怎么说？之前有人跟我说林氏最近会来一批进口收音机，我本来打算这几天去一趟林氏去拿点货，后来你不是告诉我上面要严查吗？我就跟你进山了，想着这次就不赚这个钱了。谁知道我刚从山里回来，就有人告诉我林氏公安抓了一批走私的，当场人赃并获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那叫一个后怕呀！要不是你，被抓的人也有我一个。上辈子不是说陈虎被抓应该是8月初的事情吗？现在距离8月初还有几天吧？难道事情提前爆发了？兄弟，这次算我欠你一个大人情。都说了是兄弟，什么人情不人情的，这话太生分。事情不是这么算的，要是没有你，别说是那些东西，这次我就要没了命。总之，这个人情我记下了，以后有事尽管找我，我绝对没二话。对了，虎哥，那些东西暂时还不能出手，别到时候引来大麻烦。对，还是你考虑的周到。那些东西先藏一藏，都是好东西，关键时刻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，拿来换钱还是可惜了。你放心，东西我藏得好好的，除了我没人知道。等你新房子盖好了，你就把你的那份拿回去，就埋在地底下，谁都猜不到。虎哥这安排非常周到，我都听你的。对了，你现在结婚了之后是怎么打算的？准备就当个地里刨食的农民了吗？虎哥，我想找个工作，哪怕是临时工都行。最近供销社那边有个采购员，准备把工作卖出去，很多人都盯着呢。你要是感兴趣，可以买下来。目前风声还没彻底传开，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。你要是想要，我给你牵个线，那人我认识。听到这话，宋清风大喜，这简直就是瞌睡来了就送枕头啊！虎哥，这工作我要了，还要麻烦你牵的线，就是不知道这个工作要多少钱？800，这个价格是高了点，但是人家就要这个数，一个字都不让。行，就这个数。虎哥，你帮我把大黄鱼卖了。大黄鱼现在卖了，可惜了，就留着吧，我先给你垫上，等你以后赚钱了再还我。随后在两人商量后，也怕这件事耽误久了，机会就成别人的了，所以两人当即决定先前往供销社把工作的事情给安排了。小王啊，你想好了，这工作一旦交接了，可就换不回来了。主任，我想好了，这个工作就让我表弟接班了，以后还请主任多多照顾一下我表弟。主任你好，我是顺子哥远房表弟，我是今世来这里下乡的知青。当初我爸妈就是知道顺子哥一家在这里，才特意安排我过来这边下乡的，说是有个照应。王顺，没想到你还有京市的亲戚啊！远房的都出了5副了，就平时过年过节的会问候一下。于主任，那以后就麻烦您多多关照了。既然想好了，那就去办手续吧。小宋，明天开始上班，没问题吧？当然没问题。有了供销社主任的点头，工作交接手续办得十分顺利，不到半个小时就办完了。回到家，宋清风看了看时间，这个点大家都还在地里呢，于是进了厨房便开始做饭。对了，今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找了份工作，是供销社的采购员，正式工。这个工作是怎么来的？随后宋清风便解释了一下这个工作的来龙去脉，只说是一个朋友牵线搭桥的，为此他还欠了朋友几百块钱。你做的是对的，工作难得，正是工更难得。虽然800块是多了一些，但是以后是能赚回来的。对了，你的工资是多少？工资加补贴大概能有30块左右，不过我现在工龄低，拿的工资也少，等以后工龄上去了会加工资。这已经很不错了，足够你们小夫妻过日子了。要知道他们一年到头在地里忙活，也就攒下100来块钱而已。宋清风一个月工资能有30，在他看来已经相当不错了。重生80年代，我花800元在供销社买了一份正式工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新来的宋清风，以后大家就是同事了，要互相帮助。主任，既然来了新人，那之前咱们负责的区域是不是要重新划分一下？提建议的男人叫张超，他是在王顺之后进的供销社，好的生产队早就被分完了，轮到他的时候就剩下了3个没人要的，这就导致他每个月都无法完成采购任务。再这样下去，他就别想干采购员了。这好不容易进了新人，他自然想要把手头上不想要的生产大队给出去，换几个好一点的。宋清风是接的王顺的班，之前王顺负责的区域给他就行了。主任，他是新人，对这工作还不熟悉。王顺之前负责4个生产队，他怕是吃不消，不如分出来2个给我，我看就红河大队和青阳大队吧。张超，你这算盘珠子都快蹦到我脸上了。我是为他好，他刚来，对工作不熟悉，这么多大队，他哪里跑得过来？倒不如先给我2个，等以后他熟悉业务了，我再分他2个就是了。红河大队盛产水果，他们供销社的水果几乎都来自红河大队。至于青阳大队，那的物资也很丰富，常常能收到好东西。至于王顺手里剩下的2个生产大队，一个中规中矩，一个距离还远，还评级。就张超这算盘打的，根本就是想把宋清风的路都给断了。呵呵，你还想要分他红河大队和青阳大队，要不要脸？行了，都不要吵了，宋清风就负责之前王顺负责的区域，就这么定了。
了。主任，我觉得这不合适，4个对宋清风来说还是太多了。听说他是狼山大队的人，正好我负责狼山大队，我拿狼山大队跟他换红河大队和青阳大队，这样他手上有3个，我4个，我是前辈，多劳累一些也是应该的。宋清风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换可以，不过不能拿红河大队和青阳大队换，拿狼山大队换青阳大队和红旗大队吧，正好他们在一个方向上，怎么样？行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宋同志，你干嘛要跟他换？你知不知道青阳大队可是个好地方，资源很丰富。我知道，不过刚才那位同志说的也有道理，我刚来，对业务还不算熟悉，负责太多区域可能会忙不过来，倒不如给出去一个，而且我家就在狼山大队，回家更方便。你个小同志其实很聪明，你今天的做法其实是对的，起码于主任很满意。对了，你是不是知道张超是于主任的小舅子？我只是看出了他们的关系可能不一般，具体什么关系却是不清楚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你是早就知道他们的关系呢。不过也没事，现在知道也不晚。张超这人有点小心眼，你以后能不得罪他就尽量不要得罪他，不然他找于主任说2句，你的工作不好做。那多谢江哥解惑了，改天请你喝酒。不用这么客气，谁让我一见到你就觉得顺眼呢？喝酒就不用了，以后你要是收到了什么好东西，记得给哥留一份。好说好说。宋清风有了工作的消息，很快就传遍了大队，所以当宋清风下班回来，刚进村口就被人给围了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都在恭喜他，当然也有打探是否还有工作的。各位叔婶儿，工作不是那么好找的，我也就是凑巧了，正好认识这么一个人，不然我也不能得到这么一个机会。宋知青，你帮我们留意一下呗，要是以后还有这么好的机会，通知我们一声。宋知青，那以后我们能让你帮我们带东西不？这没问题啊，我每天都要上下班，大家有什么要带的可以告诉我，只要东西不多，我都可以帮忙带。不过先说好，供销社什么价格，我就只能给你们什么价格。那是自然的，你能帮忙带东西就很好了，哪里有让你贴钱的道理？对了，大家以后有什么要换的都可以找我，只要供销社收的东西我就会收，价格也是按照供销社的来。好，那就太好了，这样我以后就不用特意跑去供销社换鸡蛋了。众人围着宋清风说笑，气氛融洽，就连之前造谣宋清风和路遥的人，此时也对着宋清风一脸讨好。宋文辉站在人群的最后，嫉妒地看着众星捧月的人，眼睛赤红，牙齿都要咬碎了。不过想到自己送出去的那封信，又阴恻恻地笑了笑。只要那封信到了有关部门的人手里，宋清风很快就会倒霉了。而此时的宋清风却不知道宋文辉写了举报信，他记得宋文辉和王寡妇这2天就要去县城医院打胎了，所以他叮嘱路遥，让路遥留意宋文辉请假的消息。为什么要留意着宋文辉请假的事情？随后宋清风便把宋文辉和王寡妇的事情向路遥说了一遍。天哪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村里人都不知道。谁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，但他们2个在一起肯定有段时间了。既然有了孩子，为什么不结婚呢？而且他们现在都是单身。宋文辉根本不可能娶王寡妇，他一心想要回城，怎么愿意一辈子待在农村？他跟王寡妇不过是玩玩而已。你以前跟他关系不是挺好的吗？他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？我和宋文辉确实有过节，他偷走了一样外婆留给我的特别重要的东西。什么？他竟然偷东西？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是他偷的，那东西又比较敏感，我不能大张旗鼓的找，只能吃了暗亏。后来还是机缘巧合之下才知道是他偷走的。不过你放心，东西我已经拿回来了，但是这个人我是真的看不上。没想到宋文辉看上去文质彬彬的，私下竟然会做这样的事情，简直就是败类。这样的人，王寡妇也能看上？他的眼睛是瞎了吗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王寡妇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了解吗？谁又能知道他们不是物以类聚呢？宋清风当即决定向王寡妇的婆婆揭穿宋文辉和王寡妇的事情，不然就这样的一个儿媳妇在身边，她晚年未必能善终。我把王寡妇与宋文辉偷情的事告诉给了孙婆婆，孙婆婆在医院对怀孕的王寡妇大打出手。宋知青，你来找我有事吗？孙婆婆，我表现得很明显吗？我跟你又不熟，你平白无故的来我家，肯定是有事。行了，不要磨磨蹭蹭的，赶紧说。狗蛋不在家吧？不在。你说的事情是不是跟狗蛋有关系？那倒是没有，是跟你儿媳妇有关系。接着宋清风便把王寡妇的事都告诉了孙婆婆。宋知青，看你长得人模人样的，怎么开口就喷粪，张口就往我儿媳妇身上泼脏水，你是想要逼死她呀？孙婆婆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要是有一个字的谎言，就让我众叛亲离，老无所依，不得好死。老一辈对誓言这玩意儿还是比较相信的，更何况是毒誓。别以为你这样说我就会相信你，我儿媳妇跟你有什么仇怨，你要这样害她？孙婆婆，你也说了，我跟你儿媳妇没仇没怨的，我做什么害她？这些真的是我亲眼所见，要不是知道您是个好人，他们又做得太过分，我根本不愿意掺和到这样的事情中来，简直是吃力不讨好。我儿媳妇的为人我清楚，她就不是那样的人。那她肚子里的孩子怎么解释？难道是凭空蹦出来的？听到这话，孙婆婆脸色铁青，她知道这事情不光彩，传出去不好，随后便低声说道：那是你的污蔑，我又没阻止她改嫁，我早就放话了，她要是有了喜欢的人，我风风光光送她出嫁，绝不耽误她，她根本没必要做这样的事情。她改嫁，你会给她你手里所有的钱吗？听到这话，孙婆婆不说话了，想要钱那
那是不可能的，他还有孙子要养呢，这是他儿子留下的唯一血脉，也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，什么也比不上孙子重要。就算他再喜欢媳妇，那也要将那笔赔偿款，他也牢牢抓在自己手里。我猜那笔钱应该不少吧？说句实话，那宋文辉不是个好东西，但您儿媳妇也不是省油的灯，要是您出了什么意外，这笔钱还能落到狗蛋身上吗？我不相信阿芳不是那样的人。孙婆婆，我知道名声对一个女人有多重要，如果不是确凿的事实，我不会告诉你。毕竟这件事不管我怎么做都是吃力不讨好。就在刚才在敲响您家门之前，我还在犹豫，但想来想去，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一声，您是个好人，不该被蒙在鼓里。听到这话，孙婆婆闭了闭眼，无力的摆摆手。你走吧，今天我就当你没来过，你的话我也没听过。宋清风本来还想再劝，但话到嘴边还是咽了下去。他跟孙婆婆非亲非故的，今天已经说多了，再说下去就越界了。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，刚才那戴红袖章的看了我好几眼，我都怕他来把我抓走。下车之后肚子疼，去了一趟厕所，耽误了一点时间。医院真的会同意我们打胎吗？这年头打胎可不容易，必须要有孩子父亲的陪同，且需要孩子父亲签字同意才能安排手术，而且还需要结婚证，医院要登记在册的，并不是你去了医院就行了。别紧张，肯定可以的，东西我都准备好了。两人不是夫妻，自然没有结婚证，但宋文辉去黑市上买了一张假的结婚证，反正混过医院的盘问肯定是足够了。要不我们就不去了吧？这个孩子我想生下来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道理我不是说了吗？这个孩子的存在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。可是他是我们的孩子，我舍不得。你以为我就不心疼？要是可以，我也想他能顺利生下来。可是阿芳，我们不能因小失大。先不说你婆婆能不能同意这件事，就算是同意了，她能让你带走家里的东西吗？听到这话，王寡妇沉默了。好了，孩子以后会有的，等到老太婆走了，我们就结婚，到时候想生几个生几个。随后两人便直接去了妇产科，医生一听是要流产，脸瞬间就耷拉了下来。孩子很健康，为什么要打掉？没办法，太穷了，养不起。家里已经有5个孩子了，还有个生病的老娘需要常年吃药，实在是不能再多一张嘴了。医生，但凡能多一口吃的，我们也不至于不要自己的孩子。医生细细打量着他们，也不知道信没信他们的说辞，只是冷着脸说道：“把证件拿出来。”宋文辉见状，赶紧掏出证件递给了医生，随后又将几张大团结塞到了医生的手里。您帮帮忙。看到那几张大团结，医生的眼神闪了闪，哪里还不明白这两人有猫腻？虽然这个年代对男女作风问题查得严，但也不是没人犯错误，又不注意做错事，一年总有那么几个闹出人命又不想要的，所以这种事情医生见得多了。而就在医生准备开单子时，诊室的门突然被人大力推开了。阿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这对不要脸的奸夫淫妇，竟然敢给我儿戴绿帽子，我打死你们！这两人是奸夫淫妇，还怀了孩子，谁帮我去报个公安？我要把这对不要脸的抓起来！婆婆，我帮你去叫。娘，我知道错了，娘，不要报公安，报了公安我就没脸见人了。就你还有脸？你个破烂货，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，就该被进猪笼。姑姑，先不要报公安，咱们回去解决。凭什么不报公安？反正做错事的是他们，又不是我，就该让公安把他们抓了去劳改。孙长河不赞同的看着他，家丑不可外扬，这事儿如果闹大了，他们整个村子都没脸了。但是孙婆婆此时早就气疯了，反正笑话已经让人看了，哪里还顾得上有脸没脸？而就在这时，公安来了，看到公安，宋文辉白眼一翻，彻底晕了过去。王寡妇乱搞男女关系被抓了起来，最后反咬一口说是宋文辉强奸了自己。小宋啊，那个宋文辉你认识不？认识，我们是同一批下乡的知青，不过我跟他关系不太好，不是很熟。那你肯定不知道吧？他强奸同村的一个女的，被抓了，听说要吃花生米呢。听到这话，宋清风一惊，这才一个晚上，怎么又变成强奸了呢？女方一口咬定是那个男知青强迫的她，还害得她怀上了孩子，她是逼不得已才拉着那个男知青去医院做流产手术的，但是男知青却说是那个女的勾引他，不然他一个大好青年怎么可能看上一个死了男人的寡妇？赵姐，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的呢？那不是我娘家大伯的儿子的媳妇的弟弟，就在咱们镇上派出所上班吗？他弟弟亲口说的，这俩人在派出所里闹翻天了，听说那个男知青还想动手呢，被公安拦了下来，强迫了人家女同志还想打人，真是没品，就这样的人渣活该吃花生米。赵姐，你怎么知道是男的强迫女的？没准他们是一丘之貉呢，只是因为事发了，所以才狗咬狗一嘴毛。你们在一个村子的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小宋，你要是知道些什么，可一定要告诉我们了，咱们可是同事。赵姐，我跟他们真的不熟，他们的事情我能知道啥呀？我还是听你说才知道，这两人竟然有一腿。宋清风恨不得宋文辉的事情闹得越大越好，越多人知道越好，最好身败名裂，再无翻身之地。但是这八卦不能是从他嘴里传出去的，可惜了，还以为能从你这里知道些什么内幕消息呢。
你家亲戚在派出所上班，知道的消息肯定比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多呀。倒是，那以后有什么消息，我再跟你们说。而此时的派出所里，王寡妇拉着一个女公安的手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公安同志，我真的是被强迫的。村里人都知道我和我死去的丈夫感情很好，自从他去世后，我就守着我婆婆和我儿子过，从来没有想过改嫁，又怎么可能会看上他一个什么都没有，连农活都干不明白的知青呢？这番说辞，女公安已经听过很多遍了。毕竟事实真相如何，是要经过调查取证的，而不是凭他们的一面之词。但同为女性，看着如今狼狈的王寡妇，心里的天平到底还是倾斜了一些。这个宋文辉看着人模狗样的，我也没想到他竟然是个人渣。那天他趁着我去山上挖野菜，竟然跟着我上山，然后就强迫了我，还威胁我要是敢把事情说出去，就告诉别人是我耐不住寂寞勾引的他，让我身败名裂。我是个寡妇，平时就被人看不起，遇到这种事情我哪里敢吱声？没有办法，我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，吃了这个哑巴亏。可谁知道他竟然拿这件事做把柄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威胁我和他好，不然我也不能怀上这个孽种。公安同志，我真的是被这个混蛋害苦了呀！你一定要帮帮我，求求你们了！我儿子还小，我婆婆年纪也大了，这个家不能没有我呀！这件事我们的同志会好好调查，要是事实真的像你说的那样，我们肯定是不会放过他的，这一点你可以放心。王寡妇一听这话，哪里放心得下，只能祈祷村里人知道的不多，不会偏帮宋文辉。只要他咬死了是宋文辉强迫的他，那他就还可能不用坐牢了。几天后，宋清风再次从赵大姐那里听到内幕消息时，宋文辉已经因为流氓罪被判了20年监禁，而王寡妇被送回来后，她就被孙婆婆赶出了家门。我们王家没有你这样的儿媳妇，以后你就不是王家的人了，你回娘家去吧，婚嫁随你，以后两家人再不相干。王寡妇刚刚做了流产手术，身体正虚弱呢，哪里愿意离开王家？再说了，她的娘家人又不是什么好人，她要是回去，不是被压榨到死，就是被卖给别人。最后在村支书孙长河的劝说下，王寡妇被她娘家哥哥给拖了回去。王家的事情，宋清风没有去看热闹，因为此时他接到了镇上派出所的通知，说是宋文辉想要见他一面。听说你想见我，做什么？宋清风，我知道我和他的事情是你传出去的。你结婚的前几天晚上，我和王寡妇在无保护的空房子里见面的时候，曾隐约看到过一个男人的背影，当时那个影子一闪而过，我以为是我看错了，没多在意。事发后这几天，我越想越不对劲，我和他一向很小心，1年多了，一直都平安无事，怎么会突然就被人堵在了医院里？所以我想，只可能是那天晚上那个影子告的密。这几天我好好想了想，越想越觉得那个背影跟你很像。如果这样想能让你开心一点的话，那就当是吧。被他这敷衍的态度一刺激，宋文辉忽然激动了起来。就是你，我知道，一定是你，宋清风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这些年念着你年纪比我小，我处处照顾你，我到底哪一点对不起你了，让你这么容不得我？处处照顾我？如果我没记错，我赚的工分一直都比你多，我在山上找到的吃的你也没少吃，到底是你照顾我，还是我照顾你？大家都是一起下乡的知青，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吗？对你有利的时候就是你照顾我，被我揭穿了真面目就是我斤斤计较。宋文辉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聪明，把别人都当傻子呢？还是你觉得我很好骗，只把我当傻子？那你也不能这样害我。是我让你去跟王寡妇上床的，是我逼着你让她怀了你的孩子的，自己做的事情都不敢承认，还要把错误推到别人的身上。宋文辉，你可真是无耻又自私，像你这样的人活着都是浪费空气，你就是个人渣败类，只判了你20年，简直是便宜你了。一番话刺激的宋文辉眼睛赤红，恨不得吃了宋清风。闭嘴！你闭嘴！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你以为你自己好到哪里去？还不是去陆家当个上门女婿？你就是个吃软饭的。宋清风，你比我还不如，就你也配嘲讽我？如果这么想你能高兴一些的话，你可以这么想。宋文辉，好好想想接下去的20年你在监狱里该怎么度过吧。这次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，希望我们余生再也不见。在80年代，我靠收购鸡蛋发家致富。在宋文辉的事情落幕后，宋清风开始从老乡们手里收购各种物资。现在天气热，他主要收的东西是鸡蛋，毕竟夏天鸡蛋坏得快，早点收上来新鲜一些。每次收上来的鸡蛋2/3留给了供销社，剩下的1/3除了自家吃外，剩下的都拿去给了陈虎，然后2个人分利。看着家里越攒越多的鸡蛋，路遥有些担心。你这样做真的没关系吗？放心吧，这些鸡蛋我也是付了钱的，不算占集体便宜，能有什么事情？那你这个月的采购任务怎么办？够吗？我算了算，足够了。这些天收上来的东西，月底还有一批，量只多不少。路遥闻言已经完成了任务，心里顿时也放心了下来。有些人啊，不老老实实工作也就算了，整天就知道偷懒，完成不了业绩，只有垫底的份。你是在说我吗？算你还有自知之明，你不能干就不该抢这份工作，占着茅坑不拉屎。我确实挺有自知之明的，不像你，连自知之明都没有，明明是个废物，还自以为是个人物。
你说谁是废物？说的就是你。在我没来之前，次业绩倒数的人哪个不是你？要不是于主任是你姐夫，你以为自己能在这里待着，自己没有本事缩着就是了，非要冒出来刺别人2句，怎么着就显着你了是吧？你都知道他是我姐夫，你竟然还敢这么说我，你信不信我让我姐夫开除你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一个无耻小人，于主任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想要害他？你胡说，我怎么可能会害我姐夫？于主任做事公正严明，你却让他为了你的一己之私开除我，这不是害他是什么？我倒是不明白了，于主任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要这样恩将仇报？听到这话，张超气得脸色发青。你不会是想要打我吧？行啊，你尽管动手，你敢动手我就敢报公安，我倒是看看到时候于主任是站在你这边还是我这边。他是我姐夫，当然是站在我这边。是吗？这可说不准，要不你动手试试？反正这里距离派出所也挺近的。江哥，他要是动手了，你就帮我去叫公安。江德本看热闹不嫌事大，便一口答应了。行啊，我替你叫公安。宋清风，我要跟你打赌，要是这个月我们2个谁收的货物少，就算是输了。你输了就把红河大队给我，我要是输了，我就再也不针对你。你敢赌吗？长得丑就算了，想的倒是挺美，打赌连赌注都不对等，还叫打赌吗？还是你觉得我看着就像是个傻子？你要是不敢赌，你就不是男人。我是不是男人不是你说了算的，激将法对我没用。你想跟我打赌也不是不行，拿出诚意来。你要是输了，不仅要把青阳大队还给我，还要任由我挑选一个你手头的其他大队。你如果不敢赌的话，就给我滚，以后都不要在我面前阴阳怪气的，不然我见你一次骂你一次。赌就赌，但是要再加一条，谁输了谁滚蛋。行啊，就这么定了。江哥、陈哥，你们都是见证人，给我们做个证。行，就他们2个当见证人。宋清风，你滚定了。张超自信满满，是因为这个月有了青阳大队，他的业绩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，回头再去其他大队收一点也就完成了。不像是宋清风，大半个月过去了，除了几个破鸡蛋，什么都没拿来呢，只怕是完不成了。在张超走后，陈伟就一脸不赞同的看着宋清风，你不该跟他赌的，他这个月的业绩还可以。陈哥，我也不是吃素的，最后到底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。那你怎么觉得自己能赢？听到这话，宋清风笑而不语。他这大半个月跑的可不只是他负责的几个大队，他是把附近公社的所有大队都跑遍了，而且还收了不少东西上来，只是觉得东西太零散，除了鸡蛋这样的鲜货，其他的都存在家里，打算到了月底直接借队里的牛车拉到供销社来。你还是小心点吧，他到底是于主任的小舅子，虽然于主任这人行事公正，但小舅子才是家里人，你不过是一个外人，心难免是偏的。陈哥没问题的，我有办法。行吧，我也不问了，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。第二天一早，宋清风就把陆斌给叫了起来。姐夫，这么早什么事啊？跟我去红河大队跑一趟，给你1块钱。听到1块钱，陆斌的眼睛瞬间就亮了，便满口答应了。俩人到了红河大队后，便直接去了大队部。宋志清，你可算是来了，我们按照你的方法，果然做出了蜜饯，味道好极了。你再不来，我都打算去找你了。做了多少蜜饯了？不多，也就100斤左右。今年的所有梨子都做成了蜜饯，就这么多了。那我今天就把这些蜜饯都拿走了。好，我们还准备了500个水果罐头，量有点多，不如我让村里的后生帮你运到供销社吧。那就再好不过了，多谢刘队长。嗨，客气啥？要说谢，也该是我们谢谢你。要不是你出的主意，提供的方子，今年的李子就要砸手里了。我们还商量着说要请你吃顿饭呢。姐夫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蜜饯，什么方子？今年春天雨水多，我们村的李子不太甜，都没人要，我们正发愁呢，怕今年的李子要砸手里了。前阵子宋知青来咱们大队收东西，看到了那些李子，就建议我们把李子做成蜜饯卖，价格还贵。但是我们就是地里刨食的，哪里懂得怎么做蜜饯啊？宋知青就给了我们一个方子，还手把手的教我们做蜜饯。这不，蜜饯做出来了，味道可好了。听到这话，陆斌大为震惊。姐夫，你还会做蜜饯啊？就是恰好知道这么一个方子。宋知青啊，你咋这么长时间不来嘞？我们都盼着你来呢。我还要去其他大队收东西，我们是有采购任务的，要是不够数量，回头是要挨批的。那还差多少啊？我们想办法帮你凑一凑，加上你们村的就差不多了。这还得多谢你们把李子做成了蜜饯，要不我还完不成任务。哪里，应该是我们感谢你，不然几百斤李子就只能烂在地里了。男子上山打猎，偶遇农业大学的教授，并向他请教农业养殖的问题。接上集宋清风在红河大队采购了一批水果罐头，还有一批难得的蜜饯。张超在得知消息后，脸瞬间就耷拉了下来。不就是一点水果罐头和蜜饯吗？距离采购任务还远着呢。他注定是完不成了。这有些人啊，酸的离着老远就闻到了。江德本，你给我闭嘴！我有什么好酸的？我已经完成了采购任务，这个赌注定是我赢了。他宋清风就等着滚蛋吧。听到这话，江德本摇了摇头。就这样的心性，迟早栽跟头。对于供销社里的争执，宋清风一无所知。他今天就没去供销社，而是带着路遥在山上寻找猎物。所幸他们的运气不错，在陷阱里抓到了一只野鸡。清风哥，你要是开餐馆，肯定很多人来吃，怕是排队都要老半天。你的手艺比国营饭店的大师傅还好呢。那是我的手艺
手艺绝对比那些大师傅好。上辈子他可是开过私房菜馆的人，手艺自然没得说。可惜现在不允许个人做生意了，不然你开个餐馆也能赚得盆满钵满。那有什么，能做给你吃就足够了。听到这话，路遥脸颊微红，心里甜蜜蜜的。而就在这时，身后一道悠悠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这烤鸡好吃吗？”听到这话，两人都愣了一下，转头才发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一个老头站在了他们的身后。老人家，您不是附近的村民吧？怎么一个人到这种深山野林里来了？就不怕遇到危险吗？你们小年轻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年轻的时候，原始森林我都去过。您是做什么的？还去过原始森林？就是一穷教书的，农业大学知道吧？我就在那儿教书，这不趁着暑假四处看看。江东省的农业大学可是重点大学，现在还能在学校里安稳教书的教授，除了这几年进去混日子的，剩下的就是有真才实学的。但不管是哪样，能进农业大学的都是需要背景的。教授，您贵姓？李志远，你叫我老李头就行。一顿饱餐过后，路遥拿出了一小包蜜饯。老人家，吃多了烤鸡容易腻，吃点蜜饯吧，酸酸甜甜的，解腻。老头也不客气，拿了几颗塞进了嘴里。确实好吃，哪儿买的？我好像没有在供销社里吃到过这个味道的。这是我们镇上供销社的，是红河大队的新产品，这2天才上的。红河大队啊，当年我还在那儿待过1年，他们村种了不少果树，我还指点过呢。原来他们种果树是您教的呀？说不上教，他们自己种的也不错，我顶多就是锦上添花。他们现在的水果种得好吗？好，红河大队的水果在整个镇都是有名的，要不是耕地需要用来种粮食，他们怕是能成为咱们这里的第一个大果园。就是现在，他们靠水果罐头也过上了好日子，家家户户都是砖瓦房。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突然宋清风心念一动，便客气地问道：“老人家，冒昧问一句，我们村也想种植果树，您能指点一二吗？你们难道也想靠种果树发家致富？发家致富谈不上，毕竟现在耕地只能用来种粮食，能种果树的地方有限，就是想给社员们多点创收。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呀，我们大队去年底才刚通电，家家户户都是茅草屋呢，一年到头也只有逢年过节能尝点肉味。”听到这话，老头意味深长地看着地上的一堆骨头。指点一二自然不是问题，不过我要先去看看你们大队的土质情况，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种果树的。那是自然，教授，不如现在就我们大队走走，我们大队的风景不错的，您就当是去采风了。行，那就去看看吧。不过我可丑话说在前头，要是土质不合适，可不能说我老头子骗人。不会，绝对不会。李教授，我们村的土壤咋样？你们村的土质没有红河大队的好，种果树是可以，不过品质肯定比不上人家的，想要跟他们竞争，怕是不行。听到这个结果，宋清风心里有所预料，毕竟对于他来说，赚钱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不能做水果罐头和蜜饯，那可以做其他的吗？李教授，我们大队的耕地您也看了，不如您指点我们如何科学的种地。你叫我来看土质，想种果树是假，这个才是你的真实目的吧？宋清风自然不会承认，只笑了笑不说话。随后李志远便给他们提了10几条建议，还教了他们怎么制作简易化肥。按照李志远的方法，每亩地的产量增加个1-2成还是没问题的。很快，宋清风给了红河大队一个方子，让他们做成了蜜饯，增加了收入的事情就传到了狼山大队。在得知消息后，林队长第一时间就上门了。清风啊，你也是咱们大队的人，有赚钱的生意，怎么不想着咱们自己人呢？大队长，不是我不愿意帮咱们大队，而是没办法呀，就是有方子，咱们也没水果，做不成这买卖。那也不能把方子白白给人呢。也是遇上了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几百斤李子烂在地里吧？而且我每个月有采购任务，完不成是会被领导批评的。把方子给了他们，他们不会浪费了李子，我也能完成采购任务，一举两得。那你有没有别的办法？咱们大队太穷了，我也想能增加点副业，让大家的日子好过一点。大队长，要是有那么好的办法，我早就拿出来了，至于藏着掖着这么多年吗？见林队长苦了脸，宋清风话音一转，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，只是想要做成不太容易。什么办法？你先说说。困难不怕，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嘛。随后宋清风便把偶遇李教授的事简单的说了一遍，这样就可以让粮食增产1-2成。这个方法是有效的，但需要人花费大精力伺候，风调雨顺才能达到这个产量。听到这话，林队长也满足了，每亩增加个1-2成，全大队的地加起来也不少了。他不贪心，除了粮食增产外，我们也可以办作坊。目前我手上确实还有方子，也适合办作坊，不过我要占股。可是没有这个规矩，规矩是人定的。要不是现在不允许个人做买卖，我拿着这些方子都可以吃喝不愁了。而且我也不是要占大头，办作坊是要本钱的。咱们大队的账上钱不多了吧？可不是，整个大队的账上才几百块钱，连1000块钱都不到。我有个建议，咱们可以让村民们出钱一起筹办这个作坊，盈利之后按照各家出资比例分配。当然，我也会出资。至于方子，只要作坊能办起来，方子我免费送给作坊。可是这件事我不能做主啊。明白，你可以回去跟其他干部们一起开个会讨论一下，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召开村民集体大会投票表决。林队长回去之后就召集了几个大队干部开会，重点讨论的就是宋清风开办作坊的事。
这个宋知清还是很有想法的嘛，我觉得作坊可以办，各家出钱也合理。这不行，反对的是大队的会计，叫朱永福。现在什么东西都是集体的，是大家的。宋清风这个建议简直就是在胡闹，他有方子就该贡献出来，而不是自私的提出这么过分要求。难道村里的日子好过了，他没份吗？还占股，他这是资本主义思想。老朱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！合理的建议我们也是要考虑的嘛。换作是你，你愿意把自家的方子贡献出来给集体吗？现在在说宋清风的问题，你扯我做什么？我的意思就是可以办，而且宋清风的办法非常好，我个人是十分赞成的。我不是反对宋清风占股，我是对这个作坊不看好，本钱太少，怕是办不起来。就是办起来了，东西卖不出去怎么办？那就村民表决吧，你们觉得呢？表决大概率没法通过，村民们不会同意。别说是各家拿钱了，就是用大队部账上的钱去办作坊，都会有人反对的。最后，关于开办作坊的事情，大队干部开会讨论了一下午，也没有讨论出结果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宋清风就把囤着的货物都拉到了供销社。郑大爷看了看满满当当的2辆牛车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看来收获是不小，赶紧登记，我还要把表交上去呢。不错啊，你这怕不是天天往他们大队跑吧？在其位谋其政嘛。既然做了这份工作，那自然要把事情做好。而且夏天鸡蛋坏得快，我去的勤快一点，老乡们还高兴呢。那可不得高兴嘛，都不用自己大老远的顶着大太阳跑到供销社去了。几人正说话间，得到消息的张超就急匆匆地赶了过来。东西呢？都搬进去了。按照收购的数量上来说，宋清风的业绩排第2，你输了。不可能！说着，张超一把夺过了郑大爷的登记表，看着宋清风名下密密麻麻的货物，脸都绿了。这不是真的，你怎么可能收购到这么多东西？你是不是跑到其他大队收啊？宋清风，你作弊！你不相信，可以去那些社员家里问，谁怀疑谁举证。还是说，张超，你输不起？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，这绝对不是真的。你是个新人，你什么都不懂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人家新人也不妨碍人家出色的完成了本职工作，倒是某些人仗着自己是老员工就占着茅坑不拉屎。你闭嘴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要不是你爸是纺织厂的，你以为你能进供销社？都是关系户，你凭什么嘲笑我？就凭你次业绩垫底，连采购任务都完不成，我跟你可不一样。陈伟能进供销社确实是家里的关系，但他并没有懈怠工作，相反，他的采购量一直都是第一的，这次也不例外，所以他还真有资格嘲讽张超。张超，愿赌服输，你输了，还是你要承认自己不是男人？不就是走人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现在就去找我姐夫。张超正要走，却被江德本一把拉住。你干嘛？你也要跟着他一起欺负我？你脑子进水了，还是得了疯犬病，到处咬人？你现在去找于主任，是要告诉他你把工作当儿戏吗？这是宋清风逼我的，又不是我故意的。人家宋清风没招你惹你，不就是截胡买了一份工作吗？你至于这么针对他吗？打赌的事情是你主动提出来的，人家可没逼你。张超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。真闹到了于主任面前，你们2个都没好果子吃。听到这话，张超瞬间怂了，去找于主任他是不敢的。这个姐夫平时对他不错，但涉及到工作就很难讲了。你去跟人家认个错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反正话我说完了，怎么做看你自己了。随后想通了的张超磨蹭的来到宋清风跟前。那个之前是我不对，对不住啊。听到张超的道歉，宋清风神色淡淡，只是嗯了一声，也没再出言嘲讽。村里的干部自行开办豆腐作坊，没想到做出来的东西却没人愿意要。队里是不是不同意我说的方案？都是地里刨食的，每年攒点钱不容易，都不想冒险。如果不同意，那就算了。宋知清，就是能不能把豆腐方子卖给村里？那你打算准备给多少钱？50块。我知道这钱是少了一些，但这不是大家都穷吗？要是你愿意，等作坊办起来之后，可以给陆家一个工作名额。我不稀罕一个小作坊的工作名额。大队长，这话是谁让你来跟我说的？是不是朱会计的意思？听到这话，林队长沉默了。宋清风见状就知道自己猜对了。大队部就这么几个干部，想想他们的性格就能猜出1、2。大队长，别说给50块，你就是给我500块钱，我也不可能把我家祖传的方子卖了。我要是真的这么干了，我怕100年之后去了地下先辈会把我打死。我也知道这个要求过分了，其实我本来提都不想提的。林队长，如果你们都是这样一群人，我想这个作坊不办也罢，也是我多管闲事了。本想着乡亲们的日子都不好过，给他们带来一点创收的办法，但你们想要免费的午餐，我没有能力提供，毕竟我又不是你们的父母，没必要为了你们无私奉献。宋知清提出这个要求是我过分了，对不住。但是我想办作坊的心是真的，我也愿意按照你说的办，而且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好，可大家不同意啊，所以我也没求着大家办，不是吗？说完，宋清风就起身离开了。很快，狼山大队要办自己作坊的消息就在村里传开了。宋清风知道了之后，只是淡淡一笑：“清风，村里那边要开作坊了，我们要不要出钱？”爹，咱们家就不要凑这个热闹了，这个豆腐作坊未必能办得起来。这你怎么知道？接着，宋清风就把朱永福想要他舍己为人、甘愿奉献的事情说了一遍。这个朱永福老了还是这么不要脸，这样的话竟然也说得出口。50块钱打发叫花子呢？你不答应是对的，凭啥要我们奉献啊？要奉献他自己奉献去。不过他哪里来的豆腐方子？不会是偷了你的吧？我的秘方都是记在脑子里的，他偷不走，可能他从哪里得到了一个豆腐方子吧？毕竟做豆腐并不难。
爹，总之这件事咱们先不参与，看看他们到底能做成什么样。陆大力觉得宋清风说的很有道理，于是在朱永福上门来问他们打算出多少钱时，直接就拒绝了。你们现在要是不出钱，以后作坊赚钱了，可就没有你们的份儿了。不是说赚钱了之后按照人头分红吗？我家也是村里人，凭什么没有？之前是说好了，赚钱之后就按照人头分红，但那是用大队集体账上的钱。可问题是大队账上的钱不够，所以我们开会讨论之后，还是决定让各家也出钱。到时候大队账上出钱的部分按人头分红，剩下的则是按照各家出资比例分红。我们家不出钱也没钱。村里大部分人都跟他一样，不愿意出钱，好不容易攒了几个钱，可不能拿去就这么浪费了。这天，宋清风刚回到家，陆瑶就拉着他去了厨房，指着碗里的一块豆腐说道：“这就是村里做出来的豆腐。今天是豆腐作坊第一天开张，村里人好奇，多数都花了钱买了一块豆腐，说是卖给外村人是1毛钱一块，村里人就是8分钱一块，你想怎么吃？”宋清风没回答，端起来闻了闻，眉头微皱，又捏了一点点尝了尝味道，眉头皱得更紧了。这豆腐不好吃吗？没处理好，有点发涩，而且豆腥味很重。他的味觉和嗅觉都很灵敏，对于他来说，这豆腐就是个完全的失败品，也不知道朱永福哪里来的豆腐方子，怕是被人坑了。你们这豆腐不行，我们不收。这怎么不行了？我们自己吃过，好吃的。这位同志，你们这豆腐味道真不行，我们要是收了卖不出去，就砸手里了。听到这话，林队长一脸着急，正要解释，看到从供销社那边走过来，准备来卖肉的宋清风。宋志清，你帮我跟他们解释解释，这豆腐是好的，是我们早上刚做出来的。咦，小宋，你认识这位同志啊？王姐，这是我们大队的大队长。你认识就最好了，你跟这位同志解释一下，他这豆腐味道真不行，有点涩，豆腥味也重，跟我们现在卖的豆腐没法比。收了我们卖不出去的。不是，豆腐不都这个味吗？一点点涩而已，不影响吃的。这位同志，这是我们村集体办的豆腐作坊，就是为了能赚点钱，给乡亲们改善一下条件。你行行好，收了吧。人家买豆腐图的就是一个味道，你味道不行，人家为什么要买你的东西？我知道你们过日子不容易，但是现在大家谁的日子过得容易了？总不能让人家花了钱买罪受吧？不信你问问小宋，他是供销社的采购员，如果是他的话，这样的货他收吗？大队长，这个货他们确实不能收，豆腐这个东西不能久放，要是卖不出去，回头上头问责，王姐是要担责的。你看吧，不是我故意为难你，是真的不能收。你们想让我们收也行，回去改善一下豆腐的味道，只要你们的豆腐味道那跟我们这里的一样，我们就收。听到这话，林队长很失望，食品站如果不收的话，他也只能拉着一车豆腐回去了。村里的豆腐作坊制作的豆腐卖不出去，得到消息的村民前来大队部闹事。当初是你们说这个生意一定会赚钱的，要我们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现在我们出钱出力，豆腐也做出来了，结果你们说卖不出去，全砸手里了，耍我们呢。就是朱会计，当初是你来我家筹钱，说得花好多好的，现在豆腐卖不出去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退钱，我要把我家的钱拿回来，赶紧的，退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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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听到大家哭着喊着要退钱，朱会计头都大了。大家听我说，先听我说，不要着急。食品站不是不要我们的豆腐，是觉得我们的豆腐不好吃，暂时不要。等我们改善了豆腐的味道，他们就收了。你们投了钱，我比你们投的更多，我比谁都希望咱们的豆腐作坊能办起来。大家先不要着急，都回去等消息。等有了消息，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众人现在对他已经不信任，纷纷看向了大队长和孙长河。毕竟我们大队干部带头投的钱，我们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钱打了水漂，所以大家先回去，我们肯定能给你们一个交代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不是说豆腐不好吃吗？那就改善一下。方子是你找来的，你去找给你方子的那个人，问问他怎么做好吃。这方子是我老娘留下的，他也是别人给他的，他自己都不会做。原来这方子是你家的呀？那你当初还收了100块钱，当初你要求宋清风白给方子，你怎么有脸收大家的钱？你自己都不无私奉献，怎么好意思要宋清风无私奉献呢？朱永福自知理亏，被对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最后没办法，他们只能去找村里做饭手艺好的媳妇儿来试着改良一下豆腐的味道。试了好几天，豆腐的味道倒是变好了一些，但是卖的跟食品站的还是有些差距。要不去请宋志清来吧，这个建议当初是他提出来的，他也有祖传的方子，他肯定知道怎么做豆腐才好吃。听到这话，朱永福有点不情愿地说道：那就让他来指点指点吧。你说的倒是容易，那也要人家愿意。咱们当初踢开人家，现在又要用人家，人家怎么可能轻易答应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你去道歉，你去请人，这主意是你出的，你负责善后。凭啥我去道歉？当初你们也是同意的，我不去，大不了这个豆腐作坊不开了。当天夜里，林队长和孙长河就拎着一袋东西来到了宋清风家。宋志清这么晚还来找你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宋志清，我和老林是来道歉的，为之前豆腐作坊的事情。都过去了，当初我提议筹办豆腐作坊，也只是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，现在你们办了，也算是达到目的了，那就不用提了。宋志清，其实我们今天来，除了是给你道歉，还是来求助的。我们的豆腐作坊怕是办不下去了，做出来的豆腐不好吃，食品站不收。你们不是找了不少人去改良豆腐味道吗？难道没成功吗？别提了，试了不少方法，味道是好一些了，但是比不上食品站的，怕是做出来
出来了，人家也不收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方子不对。宋知青，我们今天厚着脸皮上门来，是真心想要请教你豆腐的做法的，不是让你白出力，而是用方子入股豆腐作坊，行吗？这倒是个不错的建议，不过现在我可不能答应。孙支书，这话怎么说的？豆腐作坊是大队的，我入股算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吗？我呀就安安心心上我的班，豆腐作坊的事我就不掺和了。眼见着无论怎么说，宋清风都不肯答应来帮忙，孙长河有些急了，捅了捅林队长，示意他说话。咱们也不用绕来绕去的了，宋知青，你直接说吧，要怎么样你才肯帮忙？当初你们是十分赞同我的建议的，不赞同的人是朱永福，所以想让我帮忙很简单，朱永福不能再担任大队的会计，以后也不允许参与大队的集体产业的管理。只要你们能做到这个要求，我就拿出我的豆腐方子，让你们做出美味畅销的豆腐。朱永福不参与作坊的管理没问题，但他担任大队的会计很多年了，也没出过错，让他不干了，这不合适。既然孙支书觉得不合适，那这件事就算了，当我没提过。今天时间不早了，你们该回去了，我们也准备睡觉了，毕竟我明天还要上班。就不能再商量商量？我一直在跟你们商量，可你们一直让我让步，我不是胜负，没那么大的度量，做不到一退再退。反正我就这点要求，你们答应我就去帮忙，不答应也没关系，反正我有正式工作，养家糊口没问题。作坊对我来说可有可无。听到这话，林队长和孙长河对视一眼，一脸的无奈。我们回去商量一下，明天晚上回复你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孙长河两人就到了大队部，并把宋清风的要求都告诉了朱永福。妈的，给他脸了，还对不起老子来了，老子现在就去教训教训他，让他知道在狼山大队没有他说话的份儿。你发什么疯？张口闭口教训，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？这件事本来就是你的错，要不是你，我们至于被人这么逼迫吗？反正让我低头的事情你们别想，大不了这个作坊不干了，老子就当那些钱都打水漂了。好啊，那你把损失的钱都给补上，这作坊就关门。又不是我一个人亏的，凭啥要我补？我自己还投了150呢，我问谁拿去？再说废话，你就给我滚出去，别逼我召开集体会议，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说出来。而此时大队部的几人都没注意到，大队部窗户外蹲着一个身影，将他们的话听了个完整。村部的朱会计高价卖豆腐方子，被村民喷粪报复。你说朱永福家被人泼了大粪？大门上、院子里到处都是，不知道是谁干的。早上朱永福家人起来后发现的，在院子里骂娘呢，隔着老远就听到了。我没去看，去看过的人都说那院子臭不可闻，根本没法住人了，就连院子外面的墙上都是。这是谁说出去的？不知道，大家都说是因为朱永福故意把不能用的豆腐方子高价卖给大队，才害得豆腐作坊办不下去的。现在大家都要他辞去会计的职务，赔偿大家的损失，闹得可凶了。等着吧，这件事很快就出结果了，咱们看戏就好，不用参与。很快朱永福就被闹怕了，挺了3天，挺不住了，就辞去了会计的职务，还拿出了仅剩的100块给了大队部，算是弥补一些损失。宋知青，朱永福现在已经不是大队会计了，你啥时候来作坊指点指点？我咋听说已经准备关闭作坊了？关啥呀？本钱都投进去了，现在关了就啥也没有了。我们还是想试试。宋知青，你的豆腐方子可是祖传的，那做出来的豆腐一定很好吃吧？那是当然，我敢保证，就是食品站卖的都没我做的好吃。听到这话，林队长眼睛一亮。宋知青，你看咱们大队的作坊，吃点是没问题，不过你们确定这个作坊还能开下去吗？村民们会不会同意？我们会说服他们，只要你的豆腐真的好，我相信这个生意可以做。方子我不能白给你们，我要用方子入股。可以，不过占股不能超过1成，不然没法跟大家交代。对了，你们现在手上的钱不多吧？怕是无法继续维持作坊的正常运转，我们可以继续跟村民们集资，赚钱了按照大家出资比例分红。当然，之前大队部出的钱也算一份，当是集体出资吧。之前的事情闹得大家都怕了，现在问他们要钱，怕是不会同意。这是我的事情，我有办法让他们掏钱。另外，作坊里的事情我要做主，不能今天听你的，明天听他的。还有就是我有销售渠道，我来管，我能保证做出来的豆腐都能卖出去，让大家赚到钱。你怎么保证一定能赚到钱？明天周日我不上班，大家都来我家里尝尝我做的豆腐，咱们用事实说话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宋清风就起来做了3板豆腐，还有一些豆浆和豆腐脑。林队长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先坐下来尝尝豆浆和豆腐脑。宋知青，这豆腐脑太好吃了。那是当然，不然怎么能叫祖传配方？在吃完豆腐脑后，宋清风又切了2块豆腐，让他们尝尝。宋知青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豆腐比我在食品站买的还好吃。我家的祖传秘方能不好吃吗？豆腐的口感没有豆腐脑那么嫩滑，但也很好吃，带着一点点的回甘。至于豆腥气，那是不存在的。宋清风在吃过早餐后，又在厨房做了些麻婆豆腐跟小葱拌豆腐，准备给村民尝尝。宋知青，这就是你用你家秘方做出来的豆腐啊？是啊，味道咋样？好吃，这是我
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豆腐。在确保来的人都尝过了豆腐后，林队长才开口说道：“今天叫你们过来，是想就豆腐作坊的事情给你们一个交代。其实一开始提出建这个豆腐作坊的人就是宋志清，他看到了红河大队的好日子，想要带着咱们大队的人也能过上那样的好日子，所以决定拿出自家祖传的豆腐方子，开办一个豆腐作坊，给大家创收。如果一开始就按照宋志清说的做，可能这个豆腐作坊已经开成了，是我们对不住大家。”听到林队长把责任揽在了自己的身上，宋清风有些惊讶。虽然他原本也不准备替他们背锅，但他们主动站出来解释，那自然再好不过了。宋志清，你是准备继续开办豆腐作坊吗？是的，大家也知道我是供销社的采购员，每个月都要去红河大队采购他们的水果罐头，就是因为他们有个罐头作坊可以为他们创收。当时我就想着，如果咱们大队也有个作坊的话，那村民们是不是就能过上好日子？那宋志清，你赶紧把你的方子拿出来，等以后作坊赚钱了，咱们大家都会感激你的。就是啊，宋志清，你有这方子就该早点拿出来，说不定咱们现在早就过上好日子了。我也想让大家过上好日子，但是我为什么要免费把我家祖传的方子拿出来给你们用？开办作坊的建议是我提议的，但是刚才林队长他们也说了，我提这个建议的时候也说了，我要占股，不然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事情我不做。宋志清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也是大队的一员，作坊办好了，你们家也有分红的，这怎么不是好处了？大家也不用道德绑架我，我这人没有那么无私，不可能把我的方子免费拿出来给大队用，就是用买的也不行，因为这方子珍贵，价钱你们出不起。那就不办了，以前也没有作坊，我们也生活得好好的。行啊，那就不办了，反正我们家也没往你们投钱，至于大队账上亏损的那些钱，我每月都有工资，不在乎。林队长眼看着要闹僵了，赶紧开口说道：“大家都别激动，有话好好说。其实宋志清说的有道理，他的方子是祖传的，他就是不拿出来也是人之常情。但是他看到了红河大队的好日子，就想办法去改善我们的条件，还拿出了具体可行的办法，这已经是一种无私了。咱们不能不要脸，要人家还白给方子吗？换作是你们愿意不？那万一这次做出来的豆腐又卖不出去怎么办？今天的豆腐好吃吗？好吃，那不就对了。城里人也不傻，好吃营养还便宜的东西，他们怕是会抢破头，所以这个豆腐不可能卖不出去。可是我听说已经没钱了呀，他们几个之前把钱都花没了。这就是我让你们来的第二件事，我想要重开豆腐作坊，需要大家一起出钱入股，到时候除了大队账上的那部分钱算作村里集体的分红，还会按照各家的出资比例再分一份。你们已经尝过豆腐的味道了，也觉得好吃，所以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，大家可以好好想想。另外，这个建议是我提的，那我肯定先投钱，我家和我岳父家一共投900块。听到这话，现场顿时一片哗然。900块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，甚至有些人家辛辛苦苦多年，家庭存款至今都没有破百。有了宋清风这一带头，不少人家都心动，当场就表示愿意出钱。最后，村里各家一共拿出了1298块钱，加上宋清风和陆大力家的900块，以及之前没用完的，一共凑了3000块钱。按照之前的约定，光是宋清风和陆家合起来的占比就达到了30%，也就是说，豆腐作坊利润100，就要给宋清风他们30块钱。村民集资开办了豆腐作坊，我为了豆腐能尽快卖出去，前往镇上的食品站搞推销。王姐，味道咋样？味道不错啊，这是你们大队自己做的。是啊，上次听了你的建议之后，我们就回去改良了豆腐的味道，这就是改良后的，我第一时间就拿来给你尝尝。你觉得这样的豆腐咱们食品站会收吗？王姐的丈夫就是食品站负责收购的，所以问他是合适的。我回去问问我家那位，不过我估摸着没什么问题。听到这话，宋清风心中一喜，将其中2个铝制饭盒塞给他。有你这句话就成了。王姐，这些你拿回去吃，饭盒我改天来拿，要是喜欢下回再给你带。那万一我家那口子说不收咋办？那也送你吃，以咱俩的交情，这点东西难道我还舍不得给你啊？那行，我就收下了。小宋，你也别急着走，我家那口子今天在，你跟我进去问问。老秦，你看看这东西能不能收？能收。这是你们大队自己生产的吗？是的，我们大队开办了一个豆腐作坊，这都是作坊的产品，以后还会有其他品种。那都有什么？那种类可多了，豆腐、豆干、油豆腐、素鸡、腐乳、腐竹、豆皮。不错，你们现在就能生产吗？我们的豆腐作坊刚开张，目前只有豆腐和豆干2种，毕竟大队的钱有限。不过等销路打开了，我们是一定会扩大规模的。我刚才说的那些都会陆续生产出来。老秦，要是质量过得去你就收下，给食品站增加一点品种有什么不好？再说了，人家乡亲们赚点钱也不容易，咱们能帮就帮一把。行，从明天起你就拿100斤豆腐和10斤豆干过来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质量必须有保证，我亲自监督质量，要是质量没有达到你的要求，我立马把货拉回去。离开食品站，宋清风满脸笑容，第一单谈成了，而且还是长期供货合同。第二站，宋清风选择了镇上的食品厂，也就是陆武工作的地方。等你老半天了，还以为你不来了。先去了一趟食品站，跟他们签订了供货合同。你已经卖出去了吗？是啊，从明天起每天100斤豆腐，10斤豆干，量不多，但起码开了张，等以后买的人多了，食品站自然会增加采购量。太好了，我还担心你卖不出去，想着该怎么帮你推销推销。你小子可以啊。二哥，我要是没把
把握我能投那么多钱进去，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你说的对，走走走，我们赶紧去见后勤主任，说不定还能卖出去不少。不过我跟他没交情，只能靠你自己了。吴主任，这就是我的妹夫宋清风。吴主任，幸会。我听小陆说了，你们大队能想办法创收，这是好事。不过我们食堂也不是什么东西都收的，毕竟是进口的东西，万一吃坏了人，我没法跟大家交代。吴主任说的是，所以我今天也准备用事实说话，毕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嘛。这样，我借用一下你们的厨房，给您做几道豆腐菜，您吃了我们再谈，如何？那也行。随后，宋清风便做了3道菜：麻婆豆腐、鱼头炖豆腐以及芹菜炒香干。吴主任，您尝尝。吴主任在品尝了这3道菜后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你们的豆腐和豆干都不错，我们食堂要了。你每隔2、3天送200斤豆腐和20斤豆干过来。至于价钱，你可要给我个优惠价。当然，不过这是集体产业，我也不能便宜太多。这样吧，给您个9折，您看行吗？豆腐单卖是1毛钱1斤，批发价则是8分；豆干单卖4毛，批发价则是3毛5。这个价格是宋清风定的，1斤黄豆1毛5，可以出3至5斤豆腐，2至2.5斤豆干。这个定价利润不低了。主管后勤的吴主任平时也能捞到不少油水，也就没有继续还价，并痛快地答应跟宋清风签订订货合同。回到村里，他都没来得及踏进家门，就被早已等在村口的孙长河给拦住。宋知青，咋样？卖出去了吗？签了2份订单，食品站从明天起每天100斤豆腐、10斤香干，食品厂隔2、3天送200斤豆腐和20斤豆干。宋知青，你太厉害了，竟然真的卖出去了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以后咱们的生意会越来越好，东西越卖越多，不仅能卖到镇上，还能卖到市里、省城，甚至迈向全国。一时间，大家被宋清风描绘的未来刺激得热血沸腾。第2天早上，宋清风在跟食品站和食品厂交接完货物后，便直接去了趟供销社。赵姐，主任在不在？你找于主任有事啊？他今天没来。他家里老娘生病了，你要不改天吧？于主任的老娘得什么病啊？哪里是生病啊？听说是被他那个小舅子，就那个张超给气的。张超把人家姑娘的肚子搞大了，又不想跟人结婚，人家姑娘家里人就闹上门去了。刚好那天于主任的老娘在他家，那姑娘的家人以为于主任的老娘是张超的亲娘，上去就是一顿打，那场面老难看了。于主任的老娘被打得严不严重？那倒没有，只挨了一下，很快就被人拉开了，但是面子伤着了呀，这不被气到医院去了。当然这些都是我听说的，你可别给我往外传。那肯定不会。原本他是想拿一些香干去给于主任尝尝的，未来其他产品陆续上马，也可以放在供销社卖嘛。不过既然于主任不在，宋清风就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小宋，这几天你最好不要缺席了，于主任的心情可不咋好。宋清风知道他是好心，道了谢，想了想，又拿出原本给于主任准备的那份香干递给他。赵姐，这是我们大队作坊自己做出来的卤香干，你尝尝，当零食当菜都行。赵姐和宋清风平时处的不错，也没跟他客气，接了当场就尝了一块。小宋，这是大队作坊做的，你们大队什么时候开作坊了？这段时间刚开的，味道咋样？好吃，你们做出来往咱们供销社卖吗？不过这东西咱们供销社不收吧？是啊，所以只能往食品站试试，我们毕竟是第一次做，人家也不能保证一定有人要，所以他们要的量不多。那我拿回去给我姐试试，我姐夫是县城食品站的，或许他们那儿也需要。赵姐，那就先谢谢你了，不管这事成不成，我都记你的好。我为了村里的豆腐能尽快的卖出去，前往县里推销产品。姐夫，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我们单位的小宋。小宋，这就是我姐夫钱主任。钱主任你好，我听苑苑说这豆干是你们大队自己做的。是的，味道不错。我听说还有豆腐，怎么不见拿过来？豆腐这东西容易碎，不好拿。你们能自己想办法创收，这很不错，而且东西也确实好，就是这个价格不行，太高了，都快赶上跟肉一个价了，没多少人会买啊。钱主任，卤豆干的工艺比较复杂，是豆干做好之后再用大料卤过的，大料的价格不便宜，要是定价不高一些，我们就没利润了。要不您看看这白豆干，这就是卤豆干卤制之前的。随后，宋清风把带来的东西一样一样拿了出来。乾坤拿了一块白豆干尝了尝后，缓缓地点了点头。这白豆干也不错，豆香味挺浓，就是没啥味道。这白豆干炒菜更合适，炒芹菜、炒肉，就是跟辣椒炒，味道都非常不错。价格只有卤豆干的1半左右。还有这腐竹，也是一道做法多样的美味，关键是好运输、耐存储。你竟然会做腐竹？不仅是腐竹、腐乳、豆皮、千张我都会做，只是目前我们的豆腐作坊规模有限，暂时做不了那么多，但这些产品日后都会陆续做出来。腐竹的味道确实不错，如果价格合适，我们这边也可以拿一些。还有这白豆干，白豆干可以多来一点。就这样，从乾坤家出来，宋清风又多了个订单，而且乾坤要的量可比镇上的食品站大多了，光是豆干就要了150斤，腐竹直接就拿了200斤。毕竟腐竹这东西耐存储，1、2天卖不出去也放不坏。赵姐，你说我要是让货车送货上门，是不是要豆腐的人会多一些？
这是肯定的呀。能送货上门，你给人家省了多少事啊？你要是真的能送货上门，我就帮你说服我姐夫在你这里连豆腐一起订了。食品站每日的豆腐量已经从300斤增加到500斤了，不过再多就没有了。安康镇只不过是个小镇，也就能消化这么多。正是因为这样，宋清风才急着拓展市场，他要想办法在县城和市区多拓展几家业务，只要加起来的量足够大，他就可以去找市运输队谈合作，让他们派货车来帮他们送货上门，说不定这个送货上门也能成为他们的优势之一呢。接下来的1个星期，宋清风跑遍了县城大大小小的供销社、工厂、国营饭店等地方，推销豆腐和其他豆制品。虽然大部分暂时都没能谈下来，但也有2家是当场就签了合同的。随后，他便给陈虎打了一个电话，问他市里是否有认识的人。你去找一个叫陈涛的人，他是我堂哥，就在市电影院对面的国营饭店工作，是那里的经理。行，那多谢虎哥了。元白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小兄弟宋清风。清风啊，这就是我好兄弟辛元白。辛主任你好。不用叫主任，既然是阿涛的小兄弟，那就叫一声辛大哥就是了。晚上的时候，宋清风直接用豆干和腐竹做了几道菜，陈涛和辛元白在尝过后都表示很满意。不错，都非常好吃，这些都是你们作坊的产品吗？对，目前还只有这3样，过段时间会有腐乳、千张、豆皮。你们作坊有多大？目前只有15人，不过规模会继续扩大，到时候30-40人是有的。对于一个大队来说不小了，我听说你们还给镇上和县里的供销社供货，那我这里还能供得上吗？我们大队不缺人，想要产量上去是很容易的，之前不增加是因为销路没打开，怕生产多了滞销。随后辛元白又问了不少关于作坊的问题，见宋清风说的头头是道的，暗暗的点了点头。行，这件事我了解了，回头跟领导商量一下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他们这里不盛产腐竹、豆皮这些东西，即便从外地运过来，数量也不多，毕竟加上运费，价格就贵了。要是本地能产，味道又好，价格合适的话，上架自然没什么问题。毕竟他们也愿意自己供销社里能多一些产品。等宋清风从市里回来，他已经谈妥了2家国营饭店、1家供销社和1家食品站的订单，而且每个订单的量都不少。同时，他还签订了1家运输公司，并和他们谈妥了送货的事情。在知道宋清风从市里回来后，几个大队干部就急匆匆地赶到了大队部。宋知青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，咱们订单已经有上千斤了。是，不过不是上千斤，是加起来每天1500斤，这还是因为我们目前能力有限，只能做这么多，不然还能更多。不过因为货量多了，所以单价降了。豆腐给他们的批发价是7分5一斤。他们一开始给镇上食品站的价格是1毛，后来产量上来了，就降到了8分。给县城和市里的，因为要货车送货上门，加了运费，就1毛1斤了。那我们能做得出来吗？万一拿不出货，信誉可就没了。那就扩大规模。不过这几个供货合同都是从下周1开始生效，所以咱们还有4-5天时间准备，来得及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，咱们大队到镇上的这段路太坑坑洼洼了，就算货车进得来，豆腐运到市里也颠碎了。那你有什么想法？很简单，先修路。我这次去市里才签了4家单位，就已经有1500斤的量了，还只是豆腐加上腐竹、豆干那些，远远不止。可市里那么多单位，下面还有那么多县，你们想想这是多广大的市场。要是咱们把这些市场占据了，也不说全部，就占据40%，这个量也十分惊人。而且咱们的腐竹、腐乳、豆皮这些都是可以长期保存的，完全可以卖到省外去。要是因为这条烂路阻挡了生意，被迫放弃这么大的市场，你们甘心吗？修，必须修！明天我就去公社找干部批钱。当初红河大队到公社的那条路也是他们批钱修的，现在我们也找到了赚钱的办法，他们不能偏心。红河大队能同意，是因为公社书记就是从红河大队出去的。这几年公社里钱也不多，怕是没有那么容易。不过确实应该去试试，咱们也是有正当理由的。咱们不能全指望公社，还要自己动起来。我的建议是动员村民们自己修路。咱们现在没钱，水泥买不起，但是可以用碎石头、硬土块铺路，夯实路面，让货车尽量好开一点。这是集体的生意，也不能光咱们在这里忙活，要让大家都参与进来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可以，确实应该让他们一起参与进来，不然他们还以为咱们作坊赚钱多轻松呢。宋知青，既然说到这里了，我也有个建议。之前的豆腐销路都是你去跑的，我们都知道你还有工作，肯定有力所不能及的时候，所以不如让其他人也跟着出去跑销路，这样才能尽快扩大市场。我也正想说这件事，确实应该让人多出去跑销售，尽快扩大市场占有率。不过跑销售很辛苦，所以不如咱们拿出一部分利润当奖励，比如卖出去1000块钱的货，可以提利润的1%，2000块就1.5%，以此类推。有奖励才能有动力嘛，咱们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。当然，这个数字只是我随口举例，具体怎么操作，咱们可以稍后再商量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谁去跑销售都行吗？只要是咱们大队的人都行。行，我觉得没问题。我帮大队的作坊卖豆腐，被人举报因私废公。你被举报了，于主任正在办公室等你，让你来了之后就去办公室找他，脸色看上去可不咋好，你小心一点。听到这话，宋清风心里咯噔了一下，
赵姐，谁举报我？举报的内容是什么？具体是谁我也不知道，我今天上班才听人讲的，怕你啥也不知道就撞上去，所以提醒你一下。哦，对了，好像跟你卖豆腐有关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谢谢赵姐，没有你提醒，我还真的是一头雾水呢。这算啥？你是个好同志，不管谁举报你，你都不要怕。宋清风自然不怕别人举报，关于豆腐作坊的所有事情，他都是可以说得清楚的。宋清风，对于你做的事情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于主任，我做了什么事情？有人举报你因私废公，损公肥私，拿着供销社的工资，却帮你们大队的作坊卖东西，这件事你怎么解释？于主任，这话是怎么说的？我没有因公废私啊，我上个月的采购任务是完成了的，而且采购量只多不少。这话是谁说的？让他站出来，我要跟他当面对质。怎么没有经过调查就胡说八道，给人乱扣帽子呢？于主任，我冤枉，你可要给我做主，不能放任这般满口胡言的小人。你敢说你没有帮你们大队的作坊卖豆腐吗？这是有的，但是我没有因私废公，损公肥私。毕竟我一没有耽误自己的本职工作，二没有占用供销社的资源，这怎么都算不上是损公肥私吧？我不知道谁跟你说了什么，但是我自认对工作是认真负责的。入职以来，我的采购量不说第一，第二总是有的，总不能因为我不是第一名就说我不认真吧？说你自己的问题，扯这些做什么？那我不知道我哪里损公肥私，因私废公了。至于我帮我们大队卖豆腐的事儿，退一万步说，那是我们大队的集体产业，我顶多就是帮个顺手的小忙，也是为了人民服务。你帮你们大队卖豆腐，为什么不把东西卖到供销社来？大队作坊现在主要是做豆腐，这东西咱们供销社不收啊。不过后期他们准备开发腐竹、腐乳、豆皮这些耐存储的，你们还能做腐乳？腐乳这东西在安康镇这样的偏僻小镇是没有的，但于主任是去过大城市的人，他在省城吃过，而且价格也不便宜。当年他还想过这边也能卖上腐乳，结果上头说量不多，乡镇的供销社不供货，正在研发中。不过我估计不出1个月，肯定能研发出来，到时候我拿给于主任尝尝，要是可以，就在咱们这里卖，咋样？就这么办吧，腐竹什么的也可以来一点，这没问题。要是您同意，我明天就带一些来给您看看。宋知青，虽然你的本意是好的，是想帮助乡亲们，但工作也要做好，不要让人抓住小辫子。谢谢于主任，以后我会注意的。等宋清风一离开，举报宋清风的人就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。姐夫，你就这么让他走了？他自己都承认是在帮大队作坊卖豆腐了，你为什么不开除他？我做事需要你来教吗？你先看看自己做的那些事，再来管别人的闲事，一天到晚争什么干，就知道惹是生非。再这么下去，就给我滚蛋，省得最后我被你连累的晚节不保。姐夫，你冲我发什么火？现在做错事情的人是宋清风，他都这样了，你都不办他，却一直盯着我那点错，你还是不是我姐夫了？你给我闭嘴！宋清风再怎么样，起码人家工作完成的很好，你呢？除了跟他打赌的那个月，你哪个月的任务完成了？干啥不行，闯祸第一名。张超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这样下去，你就给我离开这里，我不跟你开玩笑，这次是最后一次。听到这话，张超大吃一惊，但也知道自己理亏，气势瞬间就弱了下来。我知道了，姐夫，我一定好好工作，不给你拖后腿。但是姐夫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帮着宋清风啊？不就是个下乡来的知青吗？你光举报人家因私废公，难道你没去查过他们？他已经托人问过了，狼山大队那个豆腐作坊就是在宋清风主导下创办的，就连那些新品的研发都是他在做主导。短短半个月就把一个只有5人的小作坊发展到了50人，产品更是直接卖到了市里最大的供销社，还跟食品站、国营饭店的人扯上了关系。宋清风别看现在只是在他手下工作，但是未来怎样还说不定呢。从供销社离开，宋清风去食品站买了一些食材，拎着就去了陈虎家。咋样？作坊那边顺利不？多亏了涛哥，不然市里的摊子没那么容易铺开，有涛哥帮着，从昨天开始就往市里供货了。这几天我也在扩充作坊的人手，生产效率大大增加，一切顺利。那就好，我也是没早点想到，不然早就给我哥打电话了。谁说不是呢？我也没想到，不过好在咱们都是刚刚开始，这里没有外人。宋清风说话就随意了许多，随后他提到了今天自己被人举报的事儿。那个叫张超的，需不需要我叫2个兄弟教训一顿？不用，他呀蹦跶不起来，早就不是那10年了，举报这套没用了。而且我们那主任也不是个糊涂的，不至于因为他几句话就发作我。你以为于姓叶就是好人了吗？虎哥，你难道跟于主任有矛盾？谈不上矛盾，当年就是因为张超我才离开的供销社，于姓叶是推手。当年陈虎也是供销社的员工，而且在于姓叶调来之前，他是呼声最高的主任人选。就在他以为主任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时，于姓叶调来了，还跟着进来一个张超。张超脑子不好，却是于姓叶的马前卒，估计是知道于姓叶看自己不顺眼，处处找他的事。后来陈虎不想再受这俩人的鸟气，他一气之下就从供销社离开了，混迹于黑市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其实仔细想想，当年于姓叶也没对我做什么，只是在张超恶心了人，惹了事儿之后躲了而已，是我自己冲动了，白白扔了一个工作。虎哥，你后悔了吗？倒也谈不上后悔，毕竟我现在的日子也不错。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，后悔也没用，倒不如想开点，往前看看，
不过于姓叶这人能力是有的，但他可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平易近人好说话，你自己注意一些。那多谢虎哥提醒。对了，虎哥，我这有一事需要你帮忙。随后宋清风说了自己想买豆腐制作生产线的事情。现在靠人工还是太慢了，尤其是磨豆浆这一步，费力又费时，现在还能支撑，但要是规模继续扩大，迟早会有人力不能及的时候，所以咱们要早早做好准备。你说的这个生产线价格不便宜吧？现在就算有也买不起。我知道，所以也没指望现在就能买，主要是想让你想办法打听一下，这样的生产线哪里有，要是有二手的最好，价格会便宜许多，等以后时机成熟了，咱们可以直接引进生产线。安州市怕是没有，这样我下周要去一趟沪市，顺便打听打听，要是沪市没有，我就去京市或者南方转转，这是最好不过了。那虎哥，这件事就拜托你了。村里豆腐作坊2次招工，村民不满招工要求前来闹事。大队长，支书，凭啥我家二娃子没有选上？我家二娃子哪里不好了？他还是初中生呢，隔壁水娃一个小学生都被选上了。张秀秀，你闹什么？选人的标准我早就贴在作坊门口了，你们家二娃子没通过，肯定是不符合标准。你与其在这里胡搅蛮缠，不如回去好好想想自己的原因。我家二娃子好得很，读过书还能干，哪里不符合你们的标准了？分明是你们嫉妒，怕我家二娃子进去之后干得太好，把你们都给趁得没用了，所以才不让我家二娃子进。主席老人家都说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，可你们却带头为难我家二娃子，你们就不配当这个干部，还不如让我家二娃子来当。张秀秀，你刚才说啥？我们嫉妒你家二娃子？你家二娃子有啥值得我们嫉妒的？你赶紧走，不要在这里发癫，我们还有正事呢。你们就是嫉妒我家二娃子能干，所以才不让他进作坊。宋知清，这作坊可是你的心血，你不能看着这些人糟蹋你的心血呀！你要阻止他们，不如你让我家二娃子来给你当副手，我家二娃子肯定可以帮你把作坊管理得非常好。你家二娃子，包括你家其他人，我都不会同意他们进入作坊。你凭啥这么做？你又不是大队干部。就凭方子是我出的，我投的钱最多，或是我卖出去的。作坊现在是我在管理，别说你家二娃子只是一个初中生，他就是读过大学，我也不要他。你们凭啥不要他？因为你这张嘴，当时我救的路遥就是你目睹的吧？你明知道我当时是在救人，结果你转头就跟人说我占人便宜不负责，肯定是路遥不干净。你说这样的话，难道不知道会给人带去什么后果吗？我那是随口说的。再说了，当时你确实是又亲又摸的占路遥的便宜啊，我又没胡说。因为你的随口一说，路遥差点被谣言给逼死。谁逼死他了？他不是没事吗？再说了，你们现在都结婚了，他也没事，这不就行了？一个大男人怎么好意思跟我一个女人这么计较的？还是不是男人了？宋清风，你这是报复。对，我就是在报复你，只要我在一天，你家孩子就别想进作坊，除非你真心悔过，给路遥道歉，取得他的原谅，我宋清风说到做到。你信不信我去找公社领导举报你？可以，你去，尽管去，等公社领导来了，我也正好问问他，造黄谣差点把人逼死是个什么罪名，要不要去劳改？不就是说了路遥几句吗？谁背后不说人了？说一句而已，又不会掉块肉，就你家路遥金贵，说不得了，大不了我也让你说回来好了。好啊，我现在就出去跟人说，你背着你家男人跟隔壁大队的杀猪匠拉拉扯扯。你胡说，我没有。我亲眼看到的，就在1个月前的一个下午，我去收货，正好看到你俩站在河边的大树下拉拉扯扯的行为十分亲密。林队长几个见宋清风说的有板有眼的，一时间看向张秀秀的眼神都变了。张秀秀的男人脾气不好，动不动就冲老婆撒气，要是喝醉了更是喜欢打老婆。张秀秀要是因为这个有了外心，也能说得通。宋清风，老娘跟你拼了！张秀秀尖叫了一声，朝着宋清风扑去。宋清风自然不可能站着挨打，一个闪身躲了过去。张秀秀扑了空，直接扑到了地上。我不活了，你这是要逼死我呀！我清清白白一个好人家，你竟然说我跟人，哎呀，我没脸做人了呀！我死了算了。现在知道随口一说的威力了，今天这还只有我们几个，你就受不了了。你说路遥的时候，可是有不少人都听到了。路遥还是个18岁的姑娘家，你就没想过她听了这话会怎么样？要是她真的因为你的话想不开选了短见，你就是杀人凶手，你后半辈子还睡得着吗？宋知清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我再也不说了，我保证管好我的嘴。你管好你的嘴是应该的，你跟我保证什么？还是你觉得你跟我保证了，我就会让你儿子进作坊工作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我这人小气又记仇，你做过的那些事情，即便你自己忘记了，我也会记得。很快，宋清风不让张秀秀儿子进作坊的事情在大队里传开之后，众人反应不一，其他几家没有入选的也想到了这个原因，纷纷去找林队长表达自己的不满。大队长，你不能任由宋清风这么胡作非为啊！这作坊是大队的，我们也是大队的一份子，凭啥他们知青都能进去工作，我们却不能？就是啊，大队长，不就是说了2句闲话吗？那被说闲话的人多了，哪个人跟他似的还报复啊？这样的人人品太差了，不能让他继续管理作坊。没错，让宋清风滚，他又不是我们大队的人，凭什么做我们的主？毛头小子啥也不懂，还在这里指手画脚上了。都给我
闭嘴，让宋清风走。方子是你提供了，还是你能把豆腐卖出去？这时，张秀秀的男人突然开口道：“大队长，现在作坊不是已经走上正轨了吗？卖豆腐也有韩良俊他们，就是没了宋清风也没啥，大不了就把当初他投的钱退给他们。”他想得很好，只要宋清风离开作坊，那作坊里做主的人就是林队长他们这些大队干部，那是自己人，而且又没被他们得罪过，只要好好求求他们几个，他们的孩子就能进作坊工作了。闭嘴，啥也不懂就会瞎逼逼的玩意儿！要不是你管不住你婆娘，你家二娃子能被你们连累。当父母的不说给孩子积德，还专扯后腿，二娃子摊上你们这对爹娘，才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大队长，我们确实没管好家里的婆娘，让他们得罪了宋清风，但这跟家里的孩子没关系啊，总不能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直接不让我们孩子去作坊工作了吧？这太过分了。那你们想要干啥？难道让我去替你们求情吗？大队长，你可是我们的大队长啊，我们当然是找你。我没办法，宋清风就不是那么轻易改变主意的人，而且人家已经说了，除非你们亲自去跟陆瑶道歉，得到陆瑶的原谅，不然他都不可能同意。作坊没有你们可以，却不能没有宋清风，所以我也只能听他的。林老三，你不能这么做。够了，都闭嘴，这事我帮不了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村民不满豆腐作坊的招工要求，有人使坏，恶意纵火。铁柱，我刚才听到你们的话了，你们真的要去找陆瑶一个丫头骗子道歉？那咋办？我家二娃子总不能跟我一样一辈子地里刨食吧？我看呢，你们的心思怕是要白费了。宋清风那小子可是个心眼小的，你得罪了他，他不可能答应让你家二娃子进作坊。道歉的话，不过是耍你们玩的。不过我这里倒是有个办法，可以让你家小子进作坊工作，你要不要听听？什么办法？你说。朱永福先看了一眼四周，见没人，这才压低声音说道：“你想办法让你儿子进作坊，不如想办法把方子拿到手。我老丈人是隔壁大队的，他们也有意办个作坊，要是有了方子，作坊办起来肯定要招人。我可以推荐你儿子去，还能让他当个小组长，这不比在宋清风那小子手下干强啊？还不用手气。你别打我主意，我不会干的。这要是被抓到了，我们一家还咋在村里待下去？大家的唾沫星子都能淹死我，我家二娃子以后就不好说媳妇儿了。真是个怂货，又没让你去偷，你大哥的女儿不是在里面上班吗？你让他去，要干你自己去干，我不去。铁柱，你真的就这么认了？你家婆娘我知道，就是嘴碎，没啥坏心眼，随便说了陆瑶那丫头2句，宋清风就这样记恨？你真以为你去道个歉，他就让你家二娃子进去？我告诉你，你别做梦了，不可能的。别说是道歉，就是你们老2口都跪下来求他，他也不可能松口。不会的，他在大队长面前亲口说的，只要陆瑶愿意原谅，他就松口。呵呵，天真。你知道孙阿婆家的事儿吧？他那儿媳妇和宋文辉的事儿，你知道是谁捅出去的吗？难道是宋清风？就是他，不然俩人都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，咋就突然被发现了？有人跟我说，起因就是因为宋文辉家里老娘生病了，他手上没钱，找宋清风借，但宋清风不肯借，两人就闹翻了。宋文辉当时气急了，说了2句狠话，被宋清风给记恨上了。宋清风就把宋文辉的事情透露了出去。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，你咋知道的？以前我好歹也是大队干部，知道点内幕很难吗？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宋清风这人心眼小得很，你既然已经得罪了他，他就不可能轻易放过你们，所以别指望他能让你儿子进作坊了，你不如早点做其他打算。听到这话，邓铁柱瞬间沉默了。你好好想想我的建议，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，免得你以为我在利用你。很快，豆腐作坊的第2次招工也完成了，人数也扩大到130人，豆腐的产量再次增加，不过大部分都被做成了耐存储的豆制品。而宋清风想要的腐乳也做出来了，他一共做了不同调料配比的腐乳15种，邀请众人品尝了之后，选了2种，一种红方，一种白方。主任，您觉得咋样？这腐乳能放在咱们供销社卖不？可以上架，不过这价格。随后，宋清风便报了价，当然这是对外的批发价。怎么这么贵？主任，这腐乳的配料我都是托人从悦城买回来的，加上运费，着实不便宜，所以价格稍微贵了那么一点点。但您想想，这东西味道好，还下饭，来不及做饭的时候，1块就能配1碗米饭了。这一瓶买回去可以吃好久，老百姓会不会愿意买？行，那就按照这价格，先来20瓶，要是好卖再增加。于主任做事还是很谨慎的，怕拿多了砸手里了，不如先来点试试。反正狼山大队就在那儿，再进货也方便得很。夜深人静，正在安睡的宋清风突然被外面的敲门声给惊醒了。宋知青，快醒醒，作坊着火了！清风哥，是不是说作坊着火了？我去看看，你先别急。先起火的地方应该是后院的柴火堆，然后朝着厨房蔓延，仓库也是一个起火点。我们的仓库里的原材料和货被烧了1半左右。人都没事吧？人没事，就几个村民在救火的时候被烫伤了，我看过了，伤势不严重，回头让赤脚大夫配点药膏涂涂就行。那设备呢？那些倒是没事，火还没烧到呢。起火原因找到了吗？怕是人为纵火。刚才有人告诉我，他半夜起来撒尿的时候，看到有个人影从作坊的方向离开，然后作坊就着火了。他也是第一个发现作坊着火的人，就是可惜了，他只看到一个背影，没看到正面，只能确定
定的是对方是个男人。报公安吧，这件事必须查清楚，谁知道有没有下次？我这就让人去镇上报案。等公安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。此时的公安正在找人问话，勘察现场。公安同志，请问还需要多久？案子都没查清楚，你着什么急？还有，你是什么人？公安同志，他是我们作坊的技术顾问，也是我们大队的人。我们的豆腐方子就是他给的，作坊能办起来，多亏了他。我同事正在查，需要多久不好说。公安同志，能不能快点结束？我也知道这大半夜的请你们过来已经是辛苦你们了，实在不该说这样的话。但我们和别人是签了合同的，货不能按时送到，我们要赔付违约金。这次作坊着火，我们损失惨重，要是再赔付违约金，这个作坊怕是就要开不下去了。大家就指望这作坊能多赚点钱，过年的时候能给家里的孩子添一件新衣服，多吃一块肉，所以还请你们帮帮忙。我理解你们的心情，我的同事们也在努力。现在能确定的就是确实是人为纵火，一般人为纵火的目的都是为了报复。你们平时有得罪什么人吗？公安同志，这作坊是大队的，人人有份，咋可能因为个人恩怨就把集体产业给烧了呀？随后林队长话音一转，便把之前招工遇到的矛盾说了下。你们说的我都了解了，我会去查。随后经过公安们的深入勘查，案件的迷雾却愈发浓厚。仔细搜寻之后，并未发现任何明显的证据，邓铁柱等人的嫌疑也被逐一排除。事发当晚，他们均安然在家，左右邻居都纷纷站出来为他们作证。至此，案件的线索仿佛被无形的力量切断，留下了一片令人费解的空白。作坊着火案成了悬案，张秀秀之死再添迷雾。现在什么情况？邓家不肯报公安，说人是意外死的，报公安事情闹大了丢人。但是我觉得张秀秀的死不是意外，我在她的脖子上发现了手指印，像是被人狠狠掐过，所以我怀疑她可能是被人推下去的。张秀秀被人发现的时候，她就躺在山脚一处断崖的崖底，浑身是血，早已没了气息。你不是怀疑邓铁柱吧？邓铁柱是打老婆，但是他不下死手，也没必要跑到这个山上来打吧？也不知道什么人这么心狠，竟然敢杀人。是不是邓铁柱得罪了什么人，别人不敢对他报复，就报复他婆娘了？那谁知道呢？不过也有可能是张秀秀采蘑菇，自己狡猾摔的，又不是没发生过这种事。你们还记得吧？就15年前张家那个谁就是这么死的。村民们议论纷纷，不过大部分人都不觉得是邓铁柱干的。很快，张秀秀的尸体便被公安拉走了，同时邓家父子也一起被带走了。众人见没热闹看了，也都各自回了家。张秀秀嘎了，我怀疑邓家跟之前作坊的那场火有关系。不能吧？当时公安不是查问过了吗？邓家那几口那天晚上没出过门，都在家里睡觉呢。我听他们的邻居说，他们这段时间经常吃肉。张秀秀还说是她从娘家拿回来的，而且时间就在作坊着火后不久。所以我猜测，即便不是邓家人放的火，张秀秀应该也知道些什么。而且林队长也说了，张秀秀的脖子上有很明显的掐痕，说明掐她的人是下了死力气的。如果真的因为这个就嘎人，那也太过分了。瑶瑶，你要知道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为了钱，很多人是可以不要良心的。清风哥，如果张秀秀真的是被人嘎的，那是不是也能查出来放火烧作坊的人是谁？如果张秀秀的死真的跟放火的人有关系的话，在接下来的1个星期，公安时常出没狼山大队，几乎把每个村民都问了一遍，暂时还没查出什么有用的线索。但能肯定的是，张秀秀的死确实不是意外。公安在现场发现了2个男人的脚印，除了其中一个是属于发现的村民，另外一个大概率就是凶手的了。公安查看过整个狼山大队的男性的脚印后，没发现相似的，便把邓铁柱和他儿子也被放了回来。而就在宋清风以为这件事暂时要告一段落的时候，邓家二娃子找到了他。你说你娘的死跟作坊纵火案有关系？我听我娘念叨过2句，宋知青，嘎我娘的人肯定就是要烧你们作坊的人。你为什么这么肯定？就因为你娘念叨过2句，她念叨了什么？作坊被烧之后，大概过了3天吧，我娘就不对了，整天坐着发呆，问她在想什么，她也不说，只让我不要多问。然后过了没2天，她就拿回来1斤猪肉，私下还给我塞了一张大团结，说是让我藏好了，不要告诉我爹。那猪肉她说是她在路上帮了一个干部的忙，那个干部感谢她的。后来过了2天，她又拿回来1只鸡，这次她说的就是我外婆给的。我知道不可能，我外婆不从我家拿东西就不错了，咋可能给我家东西？之后一段时间都是这样，每隔2天我娘就会拿肉回来，我爹只管吃，从来不问我娘哪里来的肉。我一问，我娘就说是我外婆给我的。你明知道你娘在撒谎，你也没追问，怕你娘拿回来的肉来历不明，所以当作不知道。对，我承认我知道我娘的肉可能不干净，但是我当时就是太馋肉了，所以才。可是我真的没想让我娘死，而且在我娘出事的3天前吧，她偷偷跟我说，过几天给我做一件新衣服，让我去相亲，要是看上了，她就去提亲，把我的婚事定下来，彩礼钱她都给我准备好了。我问她钱是哪里来的，我娘让我不要多问，说那些人丧良心，给她钱是应该的，她是在做好事。我再问，她就不肯说了，只说让我安心等着娶媳妇，等以后她再想办法给我买工作，让我当工人。那你怎么知道杀你娘的人跟放火烧作坊的人是一伙的？我猜的，我娘得罪的人是多，但没人会给她钱，还因此要她的命，也只有作坊被烧这件事了。我娘可能知道是谁烧的作坊。二娃子，这些话你应该对公安说的，而不是告诉我。宋知青，你难道不想知道是谁烧了作坊吗？那些人会烧1次，肯定会有第2次的。所以呢，你是准备让我学公安破案吗？别说我没那个本事，就是有，我也只会相信公安，而不是自己上。二娃子，你就直接说吧，你找我说这些到底想干什么？宋知青，你能不能让我进作坊工作？我会好好干活的。
你该不会是觉得你告诉我这件事，我就能答应让你进作坊工作吧？如果我的猜测是真的，那他们可能真的会烧作坊第2次的，早点抓到他们，作坊也安全了。二娃子，我对是谁嘎了你娘不感兴趣，查案是公安的事情，公安会查清楚的，而且我也不可能因为你告诉了我这些就让你进作坊，带头破坏我自己定下的规矩，你明白了吗？听到这话，二娃子有些失望。宋知青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就当大家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的时候，公安又来了，一来就直奔朱永福家，抓走了他家的小儿子朱小宝。很快，朱小宝伙同表哥张天宝火烧作坊，谋杀张秀秀的事情就公之于众了。原来朱永福被迫赔偿了作坊的损失，又被迫辞去了职务之后，一直愤愤不平。尤其是在看到作坊红红火火之后，更是天天在家里骂娘。看到这一幕的朱小宝就伙同表哥张天宝烧了作坊。某天，他们正躲在草垛里，得意洋洋地说着那晚烧作坊的事情时，却被路过的张秀秀给听见了。随后，张秀秀便隔三差五的威胁要告发他们。最后，他们不堪重负，便把张秀秀约到了后山上，直接给嘎了。别人掀我铁饭碗的工作，在领导面前说我坏话，一怒之下，我辞去了供销社的工作。小宋，你可算是来了，出事了，你知道吗？赵姐，出什么事情了？你是不是找人帮你带收货去了？听到这话，宋清风点了点头。他现在的精力都在作坊上，肯定没时间一个大队一个大队的跑去收货，所以他雇了一个人帮自己去收货。昨天下午，你找的那人直接把货拉到了供销社，跟主任说这些货都是他收的，你根本没干活，不应该拿工资，让主任把这个工作给他干。主任当时脸色很难看，估计这2天就要找你了，你做好心理准备。赵姐，我现在就去找主任。去吧去吧，跟主任好好说说，你以前工作干得不错，只要你认错态度好，主任应该就说2句。随后，宋清风便直接去了主任办公室。在看到宋清风进来后，于主任的脸立马就垮了下来。于主任，我有件事想请教，不知道你现在方便不方便？什么事？说吧。是这样，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帮着大队作坊卖豆腐，耽误了采购的工作，我深知自己这样是对工作的不负责，所以想把工作转出去，不知道主任这里有没有合适的人选？你不想要采购员的工作了吗？你可知道采购员可是铁饭碗？我知道，当初我朋友把这份工作转给我，也是因为当时我没工作，又吃不了种地的苦，所以想着拉我一把。可我这人烂泥扶不上墙，对这份工作真的是有心无力，所以我就想着，与其让我浪费了，不如让出来给更合适的人。你可想好了，不再考虑？想好了，其实这件事我已经想了很久了，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说。既然你想好了，那我就不多说了。这份工作是你的，即便是转给他人，也该给你点补偿。你看600元怎么样？行，那就600吧。当初王顺转让工作可是要了他800，就那还有人抢破头呢。现在虽然少了200，但换来与主任一个人情，那也值了。你们大队的豆制品，尤其是腐乳，味道确实不错，这段时间卖的挺好。听说你们要扩大规模了，以后可以多拿一点到供销社。好的，于主任，多谢于主任支持我们大队的生意。小宋咋样？主任咋说的？主任没说我什么，不过我很快就不是采购员了。主任把你调岗了？不是，我不准备干了，打算把这份工作让出去。听到这话，赵姐顿时急了。小宋，你糊涂啊！你这可是铁饭碗，咋能说不要就不要了？是不是主任说你啥了？他说你就听着呗，左耳进右耳出，当没听见就是了。咋能拿自己的工作开玩笑？赶紧的，你现在去跟主任认个错，说你之前就是胡说的。赵姐，我不是冲动，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年后我们大队准备建厂，到时候肯定会扩招人手，我好歹也算是元老，大队长和支书他们说了，到时候就交给我管，那我肯定分不出更多的精力在供销社这里，所以想来想去，不如把工作让出去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那确实顾不上两头，你的选择是对的，恭喜呀！别这么说，赵姐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，等回头我办完交接手续，请你们吃饭，你们可一定要赏脸。那还用说，就是你不提，我也要去的。小宋，你们建厂后是只招狼山大队的人吗？自然不是，我们大队还有种粮食的任务呢，要保证充足的人手种植粮食，所以会对外招人，只要是符合条件的人都招。不过我们厂在乡下，怕是只有附近大队的人愿意去。赵姐原本是想跟宋清风讨一个工作名额给娘家侄女的，但宋清风说的也有道理，虽然狼山大队马上就要修路了，还是水泥路，但依旧属于乡下，他侄女怕是看不上这份工作。离开供销社之后，宋清风的脸就沉了下来，工作他可以不要，但别人不能这样背刺他。于是宋清风直接找到了帮他收货的人。宋大哥，你咋来了？我要是再不来，我的工作怕是就要归你了。王大强，我倒是不知道你竟然还存了这样的心思，你想要工作可以跟我说，不是不能商量，但是你直接越过我找去了供销社，这就过分了。还是你觉得直接去找于主任告状，我的工作就能给你了？那不是你还有事情忙吗？也不稀罕这么一份工作。我稀不稀罕那是我的事儿，这不是你抢我工作的理由。原本我们作坊年后要建厂，需要人手，我想招你进去的，现在看来是我看错人了。听到这话，王大强面色微变，心里涌起一股后悔。
宋大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现在就去供销社跟你们主任说，之前是我胡咧咧，你能不能让我？不能，我不会招你进我们厂。还有，供销社的工作我已经让给别人了，很快就会办交接，以后你不用再替我收货了。王大强，原本你若是好好替我办事，我能许你一份正式的工作，现在这份工作没了，现在我们厂不会招你，以后再招人我也不会录用你。像你这样没有一点契约精神的人，我是不敢用的。宋清风没打算对王大强做什么，对他这样的人来说，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就已经是最大的惩罚了。以后他们的厂发展的越好，王大强就会越后悔，尤其是在看到身边的人日子都慢慢好过起来后，他的悔意足以将他淹没。第二天，于主任就打电话通知宋清风去供销社办交接手续，要走了。宋清风打算请陈伟和江德本吃饭，还叫上了赵姐。我还以为我们能共事很久呢，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快就走了。不过听说你是要回去当厂长，那是比当一个采购员好，人往高处走。兄弟，苟富贵勿相忘啊！我们那儿就是个小厂，被你们说的，我好像要去当什么万人大厂的厂长。哎呀，小宋，你以后可一定要常来看我们，要是想要买啥，你就告诉赵姐，赵姐帮你留着。那感情好，回头我要是缺了啥，就跟你说，让你帮我留着。好好好，小宋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张超调岗了，被调去打扫食堂卫生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不？赵姐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直接告诉他吧。他老婆那个娘家妈又找去于主任家了，说是他闺女未婚先孕，名声不好听，连累的他家儿子也不好找对象，要求张超补偿。于主任的老娘又被气到了，在家里闹着要让于主任把张超赶出供销社。于主任又受不了媳妇求情，就把张超调岗了。这也算是他求人得人了。清风，你是没看到当时那狗东西的脸色有多难看，就差在地上撒泼打滚，求于主任不要将他调岗了。哎呦，笑死我了。城里的父母看不上农村的媳妇，为了能让儿子回城，前往陆家闹事。亲家母，清风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不如先在我家安顿下来吧，我给你们收拾房间。不用了，你们大队长不是说他们今天就会回来吗？我和他爸就在这里等他。我儿子自己有家，我住别人家算怎么回事？还有，这声亲家母先别叫，我和他爸都不知道他结婚的事情，这门婚事我们不承认。亲家，清风和我们家瑶瑶是正经摆了酒，领了证的，不管从哪个方面说，他们都是正经夫妻。什么正经夫妻？要不是你家女儿使了手段，我儿子一个城里人能娶一个乡下姑娘，那件事是个误会，而且清风和我家瑶瑶结婚是有感情的。感情？恩将仇报的感情吗？宋清风刚走进陆家的门，就听到了高俊的这一声冷嘲，脸当即就沉了下来。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责我的岳父岳母？高俊看到宋清风，眼眶立即就红了。他本以为多年不见，小儿子见到他一定也很激动，谁知宋清风神色十分冷淡。你们跟我出来，这里是我岳父岳母的家，不是你们可以颐指气使的地方。宋清风，我是你爸，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？原来你还记得你是我爸呀？当年给我报名下乡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你是我爸呢？我还以为在你们夫妻眼里只有大儿子和大女儿呢。这件事我们稍后再说，现在我们先说说你结婚的事情。你结婚我和你妈都不知道，所以这门婚事我们不同意。我知道你们不同意，但这跟我有关系吗？是我结婚，又不是你们结婚，你们同意与否又不影响我结婚生子。宋清风，你这是对父母说话的态度吗？我从小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你教我？我怎么不记得你教过我？宋振国，你是不是忘记了？我生下来刚满1个月就被你们扔给了我外婆，一直到10岁才被你们接回去，刚满15岁又被你们赶去了乡下。你教过我什么？你除了会在你大儿子欺负我的时候护着你的大儿子，指责我不团结兄长，你还教过我什么？还是你觉得过去了6年，那些事情就可以全部翻篇？你还可以对我指手画脚，指责我这个不对那个不对，就因为你是我生了我的人。可我求你们生我了吗？你们生我的时候经过我的同意了吗？没经过父母的责任，却理所当然的摆父母的款，你们可真是好厚的脸皮。清风，我们是你的爸妈呀，就算我们有什么不对，你也不能当着外人的面这么说我，你这样多伤我们的心。外人？什么是外人？什么是家人？我觉得不应该用血缘关系来定论。你们倒是跟我有血缘关系，可从小到大我都没有感受过你们对我的在意。在你们心里，你们有更在意的人，而我不过是你们用来维系这个家庭关系稳定的工具人而已。我的喜怒哀乐你们不在意，所以才能在需要牺牲一个人的时候毫不犹豫的把我推出去。既然都不要了，又何必再来管我的事？当没我这个儿子不行吗？上辈子也是这样，在他发家之后，这对父母就来找他要钱，给大哥买房子养孩子，还有他二姐明明夫家在京市也算是权贵，日子过得富足，却从来没想过拉扯一把他还在下乡的弟弟，却在他发家后让他母亲来找他要钱，理所当然的要求他出钱帮她丈夫开公司。你们是生了我，但是没养我，你们对我漠视不理，现在又要我把你们当父母孝敬，这世上怎么就有这么好的事呢？妈妈知道你恨我们，但当时我们也是逼不得已啊。政策下来了，我们家3个孩子必须有人下乡，你哥哥当时有对象，你姐姐又是个女孩子，只能你下乡。你是我们的亲生孩子啊，但凡有别的选择，我们怎么忍心让你小小年纪就离家千万里？这几年我和你爸爸一直在想办法把你调回城，但是与你爸爸不对付的人一直在盯着咱们家，只要你爸爸敢动，他就会去举报你爸爸，所以我们只能干着急。今年他被调走了，你爸爸立马给你想办法找工作，现在已经落定了，这次我们就是来帮你办回城手续的，只要你回去，你就可以进你爸爸
爸的厂里工作，虽然暂时只是一个临时工，可只要你好好干，不用半年就能转正。清风，爸爸妈妈从来没有不要你，当年把你扔给你外婆，是因为你哥哥姐姐还小，没人带，我实在是无法照顾年幼的你，只能拜托你外婆照顾你。这些年你在这里下乡，我也一直在惦记着你，可我给你寄东西你不收，给你写信石沉大海，我就知道你在恨我们，我是想要弥补你的。好，我可以理解你们因为孩子多，所以无法照顾年幼的我，把我扔给外婆，但是下乡的事情，我不会原谅你们的选择。听到这话，宋振国再也忍受不了，给了宋清风一巴掌。老宋，你干什么？你怎么能打他？他是你的儿子啊！儿子，你看他把我们当父母了吗？一口一个对不起他，我是没给他吃，还是没给他穿？一有机会就给他谋划工作，让他回城，这样还不够吗？可你听听他说的是什么？我们就算对不起他，我们好歹也生养了他吧。老宋，别说了，别再说了。清风是该恨我们，是我们做父母的没做到位。清风，老宋，你们都好好说话，不要吵了。这件事我们坐下来好好说。谈什么？我和你们没什么好谈的，我不会回城，更不会跟瑶瑶离婚。不离婚回城，你准备在这个破地方待一辈子吗？宋清风，你脑子进水了。清风，我知道你结婚是为了对那个女孩子负责，但你不能牺牲自己的婚姻啊。按照政策，你结婚了就不能回城了。你才21岁，还有大好的年华，你难道真的甘心一辈子待在这里种地吗？你要是觉得亏欠那个女孩子，我们可以给她补偿，多少钱都可以。张淑芬听到这里就听不下去了，便开口说道：我们家不要钱，我家瑶瑶和清风结婚也不是为了钱。你们当然不是为了钱，你们是想要我儿子一辈子给你们家当牛做马，没准还想着以后跟我儿子回城做个城里人。毕竟他们家可是金氏的，多少人挤破了脑袋想要成为金氏人。他甚至怀疑救人的戏码都是陆家自导自演，就是为了赖上宋清风，为以后打算。你女儿想要攀上我儿子，让我儿子带她回城做个城里人是不可能的，我们不会同意。但要是你女儿愿意跟我儿子离婚，我们可以想办法在县里给你女儿找份工作，让她当个工人。我们不稀罕，我们家还不至于为了一份工作就卖女儿。当初是宋清风亲自上门提亲的，是他求着我们家把瑶瑶嫁给他，不然我也不能同意我女儿嫁给他。当初是我上门求娶的瑶瑶，是我先喜欢的她，跟她结婚是我心之所求，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勉强。别说我没打算跟你们回去，也不稀罕城里的工作，就是要回去，我也只会带着瑶瑶一起回去。她是我的妻子，现在是，以后也会是，这辈子我也只有她一个妻子，除了她，我谁都不会娶。好，宋清风，你记住你今天的话，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走，将来后悔了，除非你跪下来求我，不然我都不会帮你。你可想清楚了？你放心，不会有那么一天的。随后，宋振国和高俊便回到了镇上的招待所。宋振国的脸色依旧十分难看，高俊则是坐在床边抹眼泪。别哭了，有什么好哭的？以后就当没这个儿子。收拾东西，现在就买票回去，我就多余来看他。当初我就说让青叔下乡，你舍不得，把我的清风送到了乡下。你从小就偏心青叔，现在还要怪清风怨恨我们，你心里还有清风这个儿子吗？要是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当初还不如不要生他呢，反正你也不在乎。那我当初想的只是让清风在乡下待个1-2年，然后就想办法把他调回来。谁知道那贼老头的混账儿子会盯着我们家这么多年，害得我一动不敢动，生怕被他抓到把柄。这件事说起来，确实就是我们对不起清风，他受了委屈怨恨我们是应该的。反正这次来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必须带他回去，不然以后我们就真的失去这个儿子了。阿俊，我知道你心疼清风，想要补偿他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可他现在是我们如仇敌，不会跟我们走的，不如我们先回去吧。他从小就跟他外婆亲，回头我们去找找岳母，让他来劝劝清风，或许他的话，清风还会听进去几分。等他态度松动了，我们再想办法带他回去，行不行？那我们总不能千里迢迢赶过来，就跟儿子吵了一架就回去吧。这样，你明天去找他那岳父岳母，我看他对他们倒是很尊重，没准他们的话清风也能听进去。都是当父母的，他们总该理解我们对孩子的一片心。要是他们肯开口邀请我们去他们家里过年，清风也不好说什么。城里的父母为了能让儿子回城，低声下气的前往陆家道歉。清风，昨天是爸妈态度不对，我们回去之后想了想，也觉得自己过分了，所以今天是来跟你岳父岳母道歉的。你们又想打什么主意？我说了，我不会跟瑶瑶离婚，也不会跟你们回城。如果你们还是为这件事来的，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。快过年了，我不想天天跟你们吵架，影响心情。清风，我们已经知道你的态度了，我和你爸爸也商量过了，你不愿意离婚，我们随你，我们不逼你了。我们一开始希望你离婚，也是以为你是被逼着结婚的，但既然是你自己喜欢的，那我们就放心了。我们是你的亲爹妈，只盼着你好，哪有求着你过不好的。清风，你爸妈来一趟不容易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咱们好好过个年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年后再说。对，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闹得那么僵，有些事情说清楚就好了。饭后，陆瑶见宋振国两口子挺无聊的，便提议带他们去村里转转。陆瑶，我知道你喜欢清风，但你真的忍心看他一辈子就待在这么个小破坡山村地里刨食吗？妈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陆瑶，虽然我们接触不多，甚至昨天才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我也看出来了，你不是那种贪慕虚荣的姑娘。我也相信你们结婚是因为彼此喜欢，而不是因为那一出荒唐的救人戏码。
可是陆瑶，我是一个母亲，我无法忍受我儿子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吃苦受罪。他本可以跟着我们回去当一个工人，吃着供应粮的，可他选择跟你结婚，生生把自己的前途断送了。我也知道这不是你的本意，所以我这里有2条路，你听听看。第一条，你和清风离婚，劝清风跟我们回去，我们在县里给你找一份工作。第二条，你和清风假装离婚，等清风回城安顿下来之后，就让他来接你，你们再复婚，以后你也可以当一个经世人，你看怎么样？为什么一定要清风哥回城呢？清风哥回去之后也不过就是个临时工，能不能转正都是未知数。可年后我们的豆腐厂就要建立了，他可以当厂长，难道在你们看来厂长还比不上一个临时工吗？什么厂长？那不是一个小小的作坊吗？就一个小作坊，你们也好意思称厂？听到这话，陆瑶也算是想明白了，这俩人其实从来没有放弃让宋清风回城的打算，之前的低头不过是怕宋清风态度过于强硬，他们下不来台，于是打算先服个软，回头从自己这里下手。爸妈，我知道你们心疼清风哥下乡后受过的苦，但我说句不好听的，他之所以会受这些苦，难道不是你们造成的吗？你们怕他受苦，当初为什么要让他下乡呢？明明他有哥哥有姐姐，该下乡的是他们，可你们舍不得他们受苦，就把清风哥推出来。既然这么多年都对他不闻不问，现在又何必跑来插手他的生活，对他的事情指手画脚呢？你们这样做真的很令人心寒，我甚至怀疑，在你们心里，清风哥到底是你们的儿子，还是你们树立父母权威的摆设？放肆！这是你对长辈说话的态度吗？你们家就是这么教你的？我们这里地方是小，比不上你们大城市，但清风哥在这里可以施展他的才华。我们的作坊从一个只有5人的小作坊，到现在即将要变成100-200人的厂子，中间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，而这些都是因为清风哥，你们让他回去，能给他提供这样的平台吗？你们一点都不了解清风哥，一直在否定他，觉得他靠自己只会荒废了自己的人生，所以只能依靠你们。你们觉得愧对了他，所以跑来补偿他，却从来不问问他是否需要你们的补偿。你们不觉得自己太自私了吗？听到这话，高俊和宋振国脸色难看至极。本以为陆瑶看着温温柔柔的，肯定好拿捏，没想到这姑娘说话竟然也这么刺人。高俊深吸口气，强忍着怒气说道：我是你的婆婆，你这么跟我说话，就不怕我不允许你踏进我家的大门吗？我在意的人从来都只是清风哥，只要他不放弃我，我就会坚定地站在他身边。至于你们对我是喜欢还是厌恶，我不在意。你不愿意帮我们劝清风回城，不就是想要把他绑在这个小村庄一辈子，满足你那可怜的爱情吗？你这难道就不是自私？清风哥不会在这里待一辈子，他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回城。但愿他真的能做到你说的这一切，而不是最后又灰溜溜的跑回来求我。那就拭目以待。第二天，狼山大队一口气杀了2头猪，全村一起热热闹闹的吃了一顿杀猪菜，剩下的猪肉则是按照惯例分给了大家。吃饭的时候，林队长等人一直在夸他们教子有方，培养出了宋清风这么优秀的儿子，说的宋振国的笑容都僵硬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几天给宋振国和高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他们像是认识了一个全新的宋清风。本以为宋振国和高俊过完年就会走，谁知道都初3了，这2人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。宋清风坐不住了：你们什么时候走？我们可是你的爸妈呀，在你家才住了几天，你就要迫不及待地赶我们走。如果你们留在这里是劝我回去的，死了这个心，我不可能走。清风，我知道你怨恨我和你爸爸，觉得我们偏心你哥哥和你姐姐，我也不否认我放在你身上的关注确实少了一些，可你不能因为这些委屈就连妈妈都不认了呀。妈妈10月怀胎生了你，对你的爱从来没有少过一分。听到这话，宋清风嘴角微微上扬。是吗？你确定你10月怀胎生下的人只有我吗？清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不知道我那亲爱的二姐知道亲妈不愿意认她，会不会伤心呢？清风，你在说什么？妈妈听不懂。你二姐是你大姨的孩子，你不是一直都知道吗？当年你姨父容不下你二姐，我又看她实在可怜，这才收养了她。我跟你说过的呀。谎话说多了，怕是连你自己都信了吧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早就知道二姐是你的亲女儿。当年你遇到了渣男，被骗了未婚先孕，那男人却跑了，你偷偷生下了二姐。外婆怕影响你的名声，就对外谎称是前任大姨父的姨父子。后来大姨遇到了现在的丈夫，她容不下二姐，你才把二姐接回来养的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的？当然是你亲爱的女儿亲口告诉我的。不可能，云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，她一直以为自己是你大姨的孩子。那不过是我那好二姐哄你的，她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世了，不然你以为当年她为什么会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不下乡？不过是因为知道你对她的亏欠，最终会逼得你妥协而已。听到这话，高俊脸色惨白，浑身都在发抖，嘴里喃喃着不可能。当年那件事知道的只有他和母亲以及大姐江云，怎么都不可能知道的才对。你胡说，你姐姐不可能知道这件事，是不是外婆告诉你的？外婆不会跟我说这种事，是大姨和姨父吵架被江云听到了。上辈子江云的丈夫从部队退役，想要学人做生意，家里不同意，也不愿意给本钱，江云就把主意打到了那时已经小有资产的宋清风身上。宋清风对家人心怀怨恨，怎么可能会借钱给江云，所以拒绝了。江云气愤不过，知道宋清风在意父母对他的忽视，于是故意拿这件事去刺宋清风的心。上辈子的宋清风一直不理解，明明江云只是一个养女，是妈妈为了还大姨的人情才收养的，为什么对江云却比对她好？在他跟江云之间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江云。后来他才明白，因为江云是
是他的亲生女儿，是他跟初恋情人生的孩子。即便那个男人最后对不起他，抛弃了他，他还是最爱跟那个男人生的孩子。妈，我知道你最爱的是江云，当我和他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，你永远会选择站在他那边，所以我不怪你偏心，毕竟人心本来就是偏的。但请你以后不要总是一副为我好的样子来要求我，我不需要。清风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妈妈解释，妈妈没有只爱姐姐不爱你，你们都是我生的，我怎么会不爱你呢？我很感谢你生了我一场，让我来这个世上走了一遭，但也仅止于此了。以后该给的养老钱我会给，该有的节礼也会到，但其他的你也别要求我了，以后我们就当是普通亲戚相处吧。宋振国回京那天是宋清风去送的人，只是他的神情一直都很冷淡，丝毫没有离别的不舍。快到时间了，上车吧。你真的不跟我们回城？你看不上临时工，我可以想办法给你弄个正式工。你要是舍不得路遥，也可以等你回城安顿下来后再来接的。不必了，我在这里很好。行，你愿意待着就待着吧，以后我不会再管你。陆文出任务失踪，生死不明。陆家在得知消息后，准备前去探望。姐夫，我大哥年前出任务，现在失踪了，生死不明。爹娘，你们先别急。大嫂说大哥在任务中失踪，生死不明，也就是说没有明确的消息说大哥牺牲了，对吧？对，他是这么说的。爹，现在只是说失踪，不是说牺牲了，没准过几天就有消息了。咱们不能自己自乱阵脚，或许没消息才是好消息呢。他记得上辈子陆文也有这么一遭，后来过了大概1个月左右，就打电话回来报平安了。那次他受了重伤，休养了大半年才好。对对对，你说的对，咱们自己不能乱，可能只是暂时没有联系上，不一定就是牺牲了。随后陆大力两口子表示准备去部队看看，问问情况，不然在这里干等着睡都睡不好。两人年纪不算大，可都没有出过远门，连个字都不认识，家里人怎么放心得下？宋清风劝不住，于是提出他陪着一起去。不用，作坊和新厂都离不开你，你要留下来，我和你娘带着小斌去就行。爹娘，作坊的事情有大队长他们在，我不在，短时间内出不了大事儿。你们没出过远门，万一遇到麻烦都不好解决。这样，我送你们过去，如果大哥没事，咱们看看就回来。万一大哥有事，我认识的人多，我也能搭把手。不然，剩下你们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我们在家也放心不下。宋清风说的很有道理，陆大力也没法反驳，只能同意。于是就这么定了下来，由宋清风陪着陆家二老去部队找儿子。陆文在东北当兵，从安州市过去，光是火车就要坐上3天3夜。一路上，陆家二老都心事重重的，宋清风也没多劝，毕竟火车上人多眼杂的，说多了被人听去了也不好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说一声。随后，冯雅看了看宋清风，这是小斌吧？好多年不见，你都长这么大了，我都快不认识你了。这不是小斌，这是瑶瑶的男人，叫宋清风。宋清风冲着冯雅点点头，叫了一声大嫂。爸妈，你们来也没提前说一声，家里什么也没准备。你电话里也没说清楚，陆文咋样了？人找到了吗？看我，事情多就给忘了。阿文有消息了，人没事，就是还在执行任务，暂时回不来。张淑芬听说儿子没事，那颗掉了一路的心终于放下了，陆大力的神情也轻松了不少。大嫂，你既然早就得到了消息，就应该早点告诉爹娘。爹娘得知大哥出事了，在家里着急的不得了，又怕你独自在这里担惊受怕，愣是坐了3天3夜的火车赶来。爸妈，是我不好，当时得到阿文出事的消息，我是急得恨不得立刻去找他，但我还要照顾3个孩子，只能硬撑着，所以他平安的消息传回来后，我一时高兴过头，就忘记告诉你们了，对不起。不怪你，陆文长时间不在家，家里家外都需要你打理，又要照顾3个孩子，你一时顾不上也是有的，只要陆文平安就好。谢谢爸妈体谅。爸妈，你们坐了那么久的火车累了吧？不如先休息一下，我去买点菜，晚上好好给你们接接风。张淑芬和陆大力确实很累，但此时却顾不上休息。张淑芬看了看屋里，没看到3个孩子，孩子们呢？他们都在学校呢，大的在上小学，2个小的我给送到托儿所去了，不然我一个人实在是顾不过来。那是不是快放学了？还没呢，托儿所下午4点放学，小学14点半，回头小辉会把弟弟妹妹一起带回来。爸妈，你们不用担心，学校就在军区里，很安全的，你们先进去休息一下吧。最大的心事放下了，疲惫立刻涌了上来。这次张淑芬和陆大力没有拒绝，便准备先去休息一会。随后冯雅便招呼宋清风也去休息，但被宋清风拒绝。大嫂，我刚才说话有些冲，对不住。也是我不对，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该告诉爸妈的，让他们担心了，还劳累他们奔波了这么远。其实宋清风对这位大嫂不熟悉，上辈子更是一次都没见过。就是陆文，他上辈子也只见过一次。当时宋清风从别人口中得知陆文在部队里犯了错，被迫退伍，老婆也跟他离婚了，还带走了2个儿子，只把女儿留给了他。宋清风不知道上辈子的2人为什么要离婚，但从今天初次见面可以察觉出冯雅并不欢迎他们的到来。至于原因嘛，也不难猜。陆文从当兵后每个月都会从津贴里拿出一部分寄回家，即便是结婚后也是如此。这个钱随着陆文津贴的提高，每年都在涨。陆家对于冯雅来说是需要他们接济的穷亲戚，自然不可能收他待见。你叫清风是吧？我叫宋清风，是狼山大队的知青。这我知道，二弟写信来说过，你和瑶瑶结婚的时候，我和你大哥都没时间回去，只好让你大哥给你们寄了礼金，希望你们不要见怪。大嫂言重了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大哥的工作我们都清楚，来不了我们也理解。你们不怪就好。为这事儿，你大哥还自责了好久，说唯一的妹子结婚，他也没到场，不知道妹夫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回头他要是看到你，肯定就放心了。这次爸妈难得过来，
你们就在这里好好住一段时间，也让我尽尽孝。不了，我和爹娘待不了多久。既然大哥没事了，那过2天我们就走了。听到这话，冯雅心中一喜，嘴上却说道：“这么着急做什么？难得来一趟，孩子们也很久没见过爷爷奶奶了，也让他们亲香亲香。”宋清风微微一笑，没接话，随后从口袋里掏出100块钱塞给他。大嫂，这几天我和爹娘来这里给你添麻烦了，这些钱你先拿着，给孩子买点好吃的。这个钱我不能收，你们在乡下过得不容易，攒点钱就更不容易了，拿回去拿回去。我们大队办了一个豆腐作坊，现在日子比过去好过多了。听宋清风这么一说，冯雅这才收了。不过肉眼可见的，他对宋清风的态度就热情了几分。在80年代，我带领村民成立食品厂，并邀请县里的领导来参加开业仪式。宋同志，我们没迟到吧？当然没有，时间刚刚好。10点钟，李县长站在厂门口，看着站在周围的村民，他眼底含笑。能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，凭借他们自己建成了一个工厂，确实应该高兴。我宣布，狼山食品厂今天正式成立了。在送走了一众领导后，还留着没有走的村民们立刻就围了上来，大部分人都是在问招工的事情。大家听我说，我知道你们都在关心招工的事情。招工考试后天开始，第一批招工名额是100人，通过考试的留下。宋知青，不是宋厂长，我们不识字咋考试啊？这不公平。是啊，宋厂长，我们都没上过学，不会考试。招工考试不止一种，针对不同的岗位要求是不一样的。有些岗位并不要求一定会识字，所以你们都可以参加。但成为食品厂的员工之后，就必须上扫盲班，不然你一个字都不认识，我以后咋让你当领导？总不能你连手下的名字都不认识吧？那不是让人笑话吗？一听有不需要认字的考试，大多数人都松了口气，只要认字的人就行。至于入职之后再上扫盲班也不是不行。随后具体的岗位要求则是由孙长河负责阐述，很多村民不理解的地方他负责解释。在工厂的一切事情都步入正轨后，宋清风便找到林队长一起商讨打广告的事情。打广告那是什么？就是在报纸上做宣传，让人知道我们的食品厂，知道我们的狼山豆腐，我们的产品现在已经卖到了市里，但是省城的人根本不知道我们的产品。这个在报纸上做宣传要钱的吧？我之前去省城的时候，跟报社的人打听过，价格是有些贵，但比起收益，这点付出是值得的。而且等我们的知名度打开，就不需要那么费心的四处跑订单，订单会自己上门。那行，这件事就厂长你决定吧，我们都没意见。做生意的事情，不管是林队长还是孙长河都不擅长，所以打广告的事情就交给宋清风负责了。随后，宋清风便去找了一趟李县长，表达了想要在《市日报》打广告的想法。希望李县长能帮忙牵线。跟我仔细说说你的想法。我们的豆制品味道很好，但知道的只有附近的人，影响力不够，所以我就想着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。豆腐易碎，也不易保存，想卖到省城不容易，但是其他豆制品都是可以运输过去的。省城人口多，购买力强，要是能打开省城的销路，那么周边城市的销路自然也就容易打开了。市里同样的道理，市里的销路打开了，就能辐射到周边的城镇，以点带面，我们产品的销量自然就增加了。李县长，你那天也看到了，我们的车间很大，设备也齐全，只要销路打开，我就能在最短时间内招募人手，扩大生产。听到这话，李丽微微颔首。狼山食品厂规模扩大，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税收，这是他的政绩，而且规模大了，需要的人手就多，能解决一部分人员的就业问题，让一部分农民脱离土地，增加家庭收入，这也是他的政绩。市日报我确实有人认识，可以帮你牵线搭桥，但是省日报我没有熟人，怕是无能为力。李县长愿意牵线搭桥，我已经非常感激了，能搞定一个是一个，至于省日报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其实你小子对省日报早就有了打算，你找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市日报吧？李县长可是说过，如果我有困难就找你帮忙，那我这不就厚着脸皮找上门了吗？退一万步说，我这也是在为咱们县做贡献啊。李县长听到这话，眼底闪过一丝笑意，这件事做好了，确实是互惠互利，自己有那个人脉，帮一把也无妨。我让吴建华跟你一起去一趟市里。那就多谢李县长了。等宋清风走后，吴建华有些疑惑地看着李丽。县长，咱们有必要这么帮着他吗？不就是一个个小小的食品厂的厂长吗？他们去年作坊的税收可是一个月比一个月多，虽然因为规模小，看着不是很起眼，但增长比很惊人。尤其他们还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凑够修路、建厂房的钱，听说年前还分了一次红，这样的挣钱速度，你觉得他们未来能成长到什么地步？这个宋清风是个人才，我相信狼山食品厂在他的带领下，未来是光明的。以后我能不能风光的回到京市，没准还要靠他呢。建华，你的眼光要放长远一点，把以前的那种做派改改，别忘了咱们是怎么到的这里。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尽力帮他的。有了李丽居中牵线，宋清风顺利见到了《市日报》的总编鲍高阳。鲍高阳还是给力的，最后给宋清风争取到的价格是一次200块，占据1/5的版面，当然不是第一版，而是在第二版的左下角给他留1/5的位置。这个价格，这个位置确实是一个大人情了。很快，广告的效果就初见成效。隔壁县城供销社的主任亲自打电话要求订购豆制品。听说你们能送货上门是吧？对，可以送货上门，但需要先打定金，定金是总货款的
一声。隔着两地，对方一听要先付定金，就有些犹豫了。你应该是在报纸上知道的我们吧？是我看了是日报，在报纸上看到了你们的消息。如果你是在担心我们是骗子，那大可放心，日报都报道了我们的豆腐，我们的厂呢，怎么也不可能是骗子。这样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承诺，你要是收到后不满意，不影响售卖的部分，我们可以全部拉回来，钱退给你们，或者你亲自上门订货也可以。我们的地址报纸上也写了，咱们两地距离不远，你过来也不费事。你不相信，可以亲自过来看看我们食品厂。对方一听还愿意退钱，愿意让人上门，当即就答应会定金过来。挂了电话，林队长舒口气，激动地看着宋清风。厂长，没想到真的有人看到了报纸来订货了。这是肯定的，不然我花那么多钱做什么？大队长，淡定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。清风，那我们现在要不要再招人？再等等，现在人手2班倒忙得过来，再招人就有些冗余了，而且我们的原料也不够，等他们买原料回来再说扩招的事情。行，听你的。不过咱们现在的生意是真好啊，早知道打广告这么有用，咱们去年就该打广告的。去年咱们就是一个小作坊，就是在招人，也没那么多设备，产量跟不上来，订单多了反而是负担。也是，还是你想的周到，这么一步步来，确实更符合实际。狼山食品厂的推销员前往青沙县搞推销，结果被当地的人给打了。程毅，你好好跟我们说说事情的经过。我和梁俊刚走出青沙县的地界，就被人给围了。那些人二话不说，上来就动手。他们还放话，我们要是再赶到他们地界上卖东西，见我们一次打我们一次，让我们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了。这怎么还能动手打人啊？不让卖东西就不让卖嘛，我们不去卖就是了。可动手打人就太过分了。他们这样做，以后谁还敢去他们那做生意？清风，这件事你怎么看？这件事自然不能这么算了，不然人家还真以为我们好欺负。程毅，明天你去报警，就说有人谋财害命。孙支书，明天我们去县委找县长，我们好好做着生意，却被人打了，自然要找能为我们做主的人做主。说着，他又看向程毅，你身上的伤怎么样？都检查过了吗？已经检查过了，医生说我的伤都是皮外伤，就是看着吓人，其实养几天就没事了。反倒是梁俊看着没啥大事儿，可谁知道差点连命都没了。这件事我一定会让对方给你们一个交代，你也别多想了。好在抢救及时，韩良俊没什么危险了。大队长，孙支书，你们带程毅去找个招待所开间房睡一夜，我在这里守夜，等明天林队长来换我。还是我留下吧，你明天要和老孙去县委，要保持精神。不用推了，我年轻，就我来。时间不早了，你们赶紧去找招待所好好休息。第二天一早，宋清风就和孙长河直接去了县委。你们这大早上的干嘛呢？李县长，我们有要事找你，还请你给我们半个小时时间。说吧，这么早急吼吼的来找我，出什么事情了？李县长，昨天我们厂的人去青沙县推销产品，刚踏出青沙县的地界就被人打了，还放言我们去一次打一次。你说什么？被打了？对，我们大队的程毅和韩良俊被青沙县的人给打了。韩良俊昨天被推到手术室抢救，抢救了整整8个小时才抢救下来。这么严重？现在人怎么样了？命是保住了，但是人至今没醒。太嚣张了，以为现在还是建国前吗？竟然敢动手伤人，还下那么重的手。你们放心，这件事我肯定会过问。宋清风要的就是这句话，他们的力量现在还太渺小了，即便去反映，上面也不会多在意。但是李丽不一样，他好歹是一县之长，他要是肯出面帮忙说话，上面多少会重视一些。从县委出来，俩人直接去了医院，可算是醒了，身体感觉怎么样？厂长，我没事。事情的经过我已经听程毅说了，这件事我会处理，你好好休养，所有的费用厂里都会给你报销，你放宽心。厂长，这次没能完成任务，不用说了，不是你们的错。程毅，在你们家人来之前，你就在这里好好照顾他。放心吧，厂长，我已经给大队部打过电话了，说是我堂姐已经在来的路上，估计很快就能到。清风，这件事你说怎么办？总不能就让程毅他们白挨打了吧？上面就算想这么算了，我也不答应。这样的事情以后还多着呢，我们这次退了，那以后是不是都要一直退让？那咋办？总不能带着人打回去吧？既然是商业行为，自然要用商业手段。他们那么怕我们去他们那边做生意，那这生意我还真就做定了。可是他们说了，我们去一次，他们就打一次。我看这些人土匪做派，说不定真能干出这样的事情。支书，他们敢放话，是觉得被打了这一次，我们肯定就怕了。可事实恰恰相反，现在害怕的人是他们，而不是我们。他们为什么不让我们的豆制品卖到他们那？不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东西味道好，他们当地的比不上，怕我们的产品卖过去了，他们就彻底没生意了吗？所以才会想出这么个办法，借此打击我们，让我们不敢到他们那卖东西。所以我才说，真正害怕的人是他们。可是他们现在不让卖，咋办？这就是我要去找李县长的原因。李县长出面，可以让他们投鼠忌器，不敢再对我们动手。我求的也不是别的，就是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。东西好不好，让买东西的人说了算吗？私下动手霸占市场，算怎么回事？对，我们就和他们公平竞争，总不能因为他们当地也有豆制品卖，就不允许我们卖吧？这也太霸道了。此时另一边的县委，李丽已经打电话找人了解过了，事实确实就如宋清风所说，狼山食品厂的人在青沙县碰了壁，出了青沙县的地界就被人打了。李县长，这件事我已经去了解过了，情况呢有些复杂，你听我慢慢跟你说。原来青沙县下面有个叫胜利生产队的地方，这里的村民都是一个姓的，往上数都是一个祖宗，互相之间沾亲带故，从建国前就群居在此。他们大队有个豆腐厂，生产的豆制品在他们当地很好卖，而且还卖到了周边县城。但前不久他们在其他县城的生意下滑了，不等他们找到原因，他们就在市日报上看到了关于狼山食品厂的
广告，甚至他们县里一家食品厂还买过狼山豆腐，说是味道很好，比他们豆腐厂的味道好多了，价格也不贵，这让他们产生了危机感。原本他们只是想给点警告，谁知道有人没掌握好分寸，把韩良俊打成了重伤，事情一下子就闹大了。而且他们这一姓的人有出息的人不少，革委会还有他们村出去的人，所以这件事不好处理。不过我已经去找过他们的老支书了，老支书表示这件事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他们准备怎么给交代？我们的人可是好端端去做生意，差点连命都丢了，现在不是旧社会，这样的事情我绝不允许再次发生。肯定不会，他们的老支书可是参加过抗战的老英雄，为人没得说。这次的事情也是小辈搞出来的，他老人家不知道，你也知道，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，不孝子孙也不是今天才有的。老支书同我保证了，会让动手的几个亲自上门道歉，以后你们再去推销，肯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。做生意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大家公平着来。听到这话，李丽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她都想好了，要是对方死活不承认，还百般推脱，她就把这件事闹到市里。